我其实写了一些关于以前的一些不成熟的文字。我本来想说小作文，但是现在小作文这个词儿已经被污名化了，不太适合用。我把它打印出来念给大家听吧。什么叫传记？那我得当了美国总统再退休才写这种东西。我先把它打印出来吧，有个仪式感。我先开一下那个打印机。旭旭宝宝那么有钱，还不是一样直播？旭旭宝宝不是才造了大的，我也不知道他还好不好。希望他们一切都好。我先打印一下，我顺便去拿一下咖啡。天哪，我还穿了萝卜丁的高跟鞋呢，太重视你了。那我简单讲两句。对，等一下，咖啡没拿进来，能不能别踩我键盘啦，小猫咪？简单讲两句。我写这东西，我也是第一次写这种东西啊！你们别笑话我，这个东西就介乎于书面用语和口语之间的一种不知道什么体的一些胡言乱语。你们千万别笑我啊！大家保持一个专业性、严肃。哎，我大半夜写的，那时候觉得自己文思泉涌，心潮澎湃。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在凌晨的时候，灵感迸发，洋洋洒洒，第二天醒来看，觉得自己好傻逼。我现在就处于这种尴尬之中，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尽量不要笑我。我看到第一句话都觉得自己好尴尬。67373的10周年，67373的10周年，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我绝对不知道，我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怎么就变成一个自媒体博主了呢？哎呀，就是确实有一些脚趾抠地。2014年，当时的我还在一个现在已经倒闭的设计院画图。那1-2年公司生意不好，我从之前的经常熬夜加班、通宵赶文本，变成了上班刷淘宝。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公司就没有订单了，只是一边高兴自己不用加班，一边发愁我的年终奖咋办，还押韵了啊！现在回头看那一年发生了些什么，我找了一下当年的新闻。2014年，房地产市场风云突变，各项指标高位回落，全国主要城市房价出现集体下跌，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自下而上，旧事不殆。2014年无疑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拐点，由强力行政干预走向市场化，是吧？看什么？房地产市场不再继续2013年的辉煌，而是突发转向，悲观情绪蔓延，救市措施频出，超过市场预期。经济下行压力与日俱增，稳定住房消费旨在防止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下滑，刺激房地产市场以保经济增速。预计在放松限贷之后，后续仍会有稳增长政策跟进，持续看好。然后我刚开始做博主的时候，我没想到会做这么久，一直退不了休。其实我小时候都没有想过我会活这么久。小时候我觉得女人就像圣诞树一样，过了25号就没人要了。我都没想到25岁以后我应该怎么活，就走一步看一步。我想当个主播就是玩一玩，挣点零花钱得了。主要当时还是要考一个注册建筑师，希望我能在设计院的年薪能够提高到30万左右。我那时候大概10几万左右，翻个倍，还是很有野心的。一年出去旅游一下，打打游戏，看看电影。我也不知道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怎么去过。但是我觉得博主做几年就顶天了，互联网谁不是昙花一现呢？天哪，我看到自己的这种小学生遣词造句，我好尴尬呀！做一个主播10周年是未曾设想的，可能这就是延迟退休的感觉吧，一不小心又领先你们了。2014年的时候，在设计院里没项目，我闲着无聊就在斗鱼开了直播，没想到大家挺喜欢的，一下子就火了。那时候斗鱼没有现金礼物，只有鱼丸，鱼丸呢只能通过在线时长、签到或者玩小游戏等方式获得。
1000吨的鱼丸差不多等于800块人民币税后。我在第一个月拿到大约3000块钱的鱼丸，3000块钱人民币的鱼丸，就去买了700块的声卡和2000多的麦克风，可以说是非常有事业心的博主了，从来不吝惜在生产力上进行投资。事业心，同学们。大概播了2-3个月，斗鱼超管来找我签约，给出了一份可怕的合同。之所以说可怕，是因为合同金额很低，每一条都是霸王条款，违约金好几百万。我问超管，我说这种合同真的会有人签吗？超管说，主播们大多没有文化，签得很快的。当时的超管叫图图殿下，现在好像去 TikTok 发展了。图图说，这是标准合同，是没有办法改的。好，这里我要跟新入职场、新加入社会的小朋友们说一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改的，除非是你咖位不够。不要相信他们说什么啊，统一规定改不了，大不了就不签了啊！不要在事业刚刚有起色的时候去签一份很长的合同，就好像你不要在你自己很胖的时候找对象谈恋爱、结婚一样，一个道理啊。话糙理不糙。当时我对我自己的那个斗鱼给我的薪水我是不满，我说怎么才这么点儿？我说能不能涨一涨？他说再涨，他说斗鱼2科也只敢要这么多，具体数字我不说了啊。那时候反正听上去都比较幼稚，大家说你，还是把握好眼前的幸福吧。好，又过了一阵子，就是又播了一会儿，另一个超管找我签约。上一个图图可能升职了，这个超管叫鲨鱼燕燕，估计很多人都认识啊。我签了一份相对宽松且价格更高的合同，时薪是288元人民币，4舍5入差不多等于2倍美国加州最低时薪。燕燕说288爱发发多好。By the way， 喜瑞斯消费满288送一张签名照，谢谢大家听我的广告。哎，怎么一会儿就讲完了？我操，这个。我感觉不够了，念太快了。再没过多久，我的时薪又涨到了333块人民币每小时。再没过多久，王思聪搞了个电竞直播平台，叫 Panda TV，which by the way 已经倒闭了。2015年的夏天，英巴 TV 一个游戏相关的公司搞了个唱歌类的节目，把各位主播电竞选手们叫去台上唱歌，搞个比赛，我也去了。以我的歌唱实力，在一众游戏主播里，那不得嘎嘎乱杀。不出所料，我所在的队伍拿了冠军，奖金好像是10万人民币啊，税前。当时决赛的时候，王思聪作为最大的评委，给我和小苏菲的表演打了全场的满分，并且给其他几个比赛的队伍打了0分。在那次活动中，他也同时宣布了自己要搞一个直播平台，也就是搞了一个大新闻。比赛结束之后，王校长叫大家一起去 KTV， 我没去，多少有点不识抬举，因为当时有很多粉丝在现场等我比赛结束了一起去吃夜宵，所以在我心中家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啊。王校长当时是斗鱼的常客，网传他有斗鱼的一丢丢股份，这个一丢丢是多少不知道。他在斗鱼的 ID 是俺是王校长，也是个超管，经常会在各大直播间玩，也自己开直播炉石抽卡之类的。之前他偶尔会到我的直播间来互动刷礼物之类，还曾经拉我一起打英雄联盟，他玩了个什么 ADC， 我玩了个什么辅助，反正没赢。当时他曾经在我的直播间一边刷礼物一边说有没有人和他 PK 比赛，谁给发姐刷礼物刷得多。但是当时可惜没有人响应，让我错失了财富自由的机会，真是蛮可惜的呢。对，我玩的女坦，我觉得老王当时应该是觉得就是比较看好我的直播水平，想要邀请我去他的熊猫平台。而且经过这一系列操作啊，又是给我打满分，又是夸我，又是给我刷礼物，我估计当时他的心里都在想，这句话我有点不好意思念出来。他说，我估计他当时心里想，丫头，我不信这都拿不下你，我肯定会去他的平台。但是没想到后来我们之间的沟通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没有看到他的消息，我过了1-2周才回他。听说王校长要搞直播平台，
斗鱼就很慌张。这里我用了一个非常下沉市场的形容词，叫如临大敌，还可以再加一个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斗鱼急忙高薪挽留各大主播，当时燕燕匆忙飞到重庆来找我，吃了一顿饭又一顿饭。当时好像是给我开了年薪400万，说还可以谈。然后我把报价告诉了老王，我好像是说什么只要不比这个低太多就好，但是后来反正大家就没谈拢，也是跟我当时涉世未深、缺乏沟通技巧有很大关系。过了一阵子再复盘的话，我觉得王校长当时搞平台并不是想要搞一个价格大战，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有钱，然后他就会出高薪去挖墙角，就挖主播。我觉得他也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然后他的自带流量，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可以刷脸的话，就不一定非要刷卡，能用那个面子解决的事情，不一定非要用钱解决。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大家没有合作成。然后呢，当时其实斗鱼也挺有钱的，有几个出了名大的风投投了斗鱼，好像是红杉资本吧，还有一个叫奥飞动漫什么的，投了好几轮的斗鱼，估计现在是血本无归了。所以斗鱼也给出了高薪挽留主播，那一波呢，就是算是给各大主播都抬高了一些身价。奥飞动漫是投了斗鱼的，这个都能查到嘛，他们那个什么 ABCDEFG 轮融资跳车了，谁还在车上？少杰吗？2015、2016年直播行业红红火火，很多直播平台就都应运而生，互相竞争很激烈。那时候好像在市面上有个几千个直播平台，还是多少？不过在抖音和快手出现之前呢，直播行业还算是一个相对小众的赛道，是抖音和快手把直播这个事情大众化了。雨后春笋，第3章雨后春笋。不要嘲笑我的文学造诣。其实很多平台都向我伸出过橄榄枝。我记得有战旗台笑大方了，不好意思，我的文学水平，大家能不能有点幽默感？不要嘲笑我关于什么大别野和文学造诣之间的这种小小的玩梗，好吗？大家这么多年都是没点默契，真的让人很心寒呀，毫无默契，伤感情了。我记得当时我才直播没多久，有业内的朋友就建议我去火猫 TV。火猫 TV 这个名字都不曾出现在2016年了，估计2015年都快倒的差不多了。说是那个平台刚好拿到一份投资，一笔风投，所以兜里有点钱，能挣一年是一年，赶紧去吧。主播这个事情也做不了多久，巴拉巴拉。战旗也是。战旗那时候也说，虽然战旗没有流量，但是战旗有钱啊。战旗背后的那个资本是浙商传媒吗？还是什么？忘记了。所以也是劝我去那边。当时斗鱼就是因为自己平台流量比较大，所以给的薪水都不太高。浙开头的浙报集团，对，是这个。有流水合同吗？可能有吧。这个我当时签的是时长合同。在我刚刚开始做直播的那几年，我这话说的有点语法错误，就是我还在做直播的那几年，斗鱼差不多是只有一种合同，就是时长合同，就是当你的人气，就是说你的房间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开始计算时长，然后当你的时长达到一定时间之后，就按这个比例给你发报酬。但是后来据说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种类的合同，有时长合同、人气合同，还有礼物合同。就是那个礼物合同就是流水合同嘛。还有一种是排名合同，就是说你的各个指标把它综合看来进行一个排名，排到第几名就拿第几名相应的合同。
也不是对赌合同，就是一种比较多种多样的灵活的合同吧。现在斗鱼不能自己给自己刷了，不知道。其实我觉得自己给自己刷，那真是陷入了一种泥沼之中。银子的上一份合同签的是时长加流水合同，主机区本身流水就低，他每个月月末都要自己掏几万10几万不流水，是吗？这时候我又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啊！我的小学生成语又冒出来了。前阵子去一个游戏公司的那个年会，碰到了当时主机区斗鱼的超管叫做红莲。人家见我一把鼻涕一把泪，但是这是夸张的说法，不要深究。他说：“哎呀，发姐你走了，我们主机区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天哪，你不知道对我们影响有多大。那你，哎呀，我们以前主机区流水全靠你呀，你怎么走了？你不能走啊，天塌了呀！你走了，我们之后吃饭再也没有见过荤啊。”我说：“哎呀，别哭了，别哭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菜里没有一滴油。”但那时候主机区确实是，就是比较那个，因为怎么说呢？每个区，就是不管是主机区、英雄联盟区、DOTA 区，还是那个还有什么 PUBG 区这种区呢，他们每个区的主播的流水，就算这个区超管的。这个小区超管的 KPI 业绩嘛，然后以前斗鱼主机就没太多流量，也没太多好游戏，没有太多流水，属于鸟不拉屎区。像我这种在英雄联盟竞争失败的，其实我当时是想在英雄联盟干出一番事业，后来发现我定级赛最多能打到白银，我就放弃了我的撸啊撸梦想，是真的。我是最开始我就是玩英雄联盟的，后来我发现我实在是不擅长 MOBA 游戏。当时王思聪叫了 IG 职业选手来带我把人家打的头破血流，我们这边的，但这都是夸张说法，请大家不要深究啊，不要说我什么撒谎什么的，我就是开个玩笑。反正我真的很菜，经过大概1年多2年多的那个不断尝试，我发现确实很菜。那时候王思聪还在斗鱼经常逛，然后他跟勾搭女主播的那种招数，不是那种3板斧，就是说双排不。那时候要是我英雄联盟打得好，我发展不至于此，都是因为我打得不行啊。你们自己去那个，如果有老观众你就知道，就当年王思聪很喜欢找女主播双排，但是王思聪自己也不太厉害啊，这是有一说一。然后你想想王思聪我觉得他可能算钻石选手吧，我给他说高一点啊。然后他带一个女主播一般来说也不会很厉害，然后他又假设他在叫3个 IG 的职业选手一起5排，这他妈对面排到的不都是老鼻子啊？你想3个带2个其实是带不动的，就常被对面暴揍，因为那个匹配系统你懂的，厉害的匹配的厉害的，就是，所以其实。这种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4带1还带得动一点，3带2真的有点难。当时我也想要打好英雄联盟，走上我的人生巅峰，但是打不好啊，确实打不好。无奈之下，退而求其次，开始打主机游戏。这主机游戏区泼天的富贵不就来了吗？也是阴错阳差，他们不知道拿小号吗？小号也挺高的，我也不知道，可能要面子吧。魂游戏我也打的，我现在才比较厉害，以前都不行。我觉得我的主机游戏打的还可以，反正比 MOBA 游戏强多了。我是不是唱歌区？以前没有正唱歌区，主机游戏就是单机游戏 ，Steam 游戏。以前有音乐区，感觉是斗鱼最早倒闭的区。其实大家看主播，并不是想看你的才艺有多好。因为你唱歌唱得再好，也没有人家职业歌手在录音室里面录出来的好。大家看在网上看直播，还是主打一个有意思互动，就一个陪伴类型的，也不光是要想听你唱歌唱得多牛逼，对吧？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老同事唱歌确实很厉害，
也很能唱，会的歌很多，然后经常就会说你想听什么歌你点吧。我会觉得这样会有一点点就是局限性，就是给人一种我是一个点唱机，我在等待有人点歌的一种局促感。我等人点歌，好像我在等一个大哥那种感觉。就在没有人点歌的时候，有些唱歌主播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坐立不安的紧张的感觉，就是说，诶，怎么还没有人点歌？这时候我应该说点什么？求求你们点个歌吧。所以经常也会看到长相一般、才艺也并不特别出众的，但是人气很高的博主。有些说我唱歌掉人气，那倒也不至于。有些人说发现在1个月健身几次，我觉得都是有点恶意提问了吧。好，我简单讲2句，讲了2句了，我要去一下洗手间，顺便倒点热水，去厕所倒点苦水。是的，人生啊，太苦了。我和斗鱼又续了合同，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想换平台，还有就是如果说换了平台有违约的风险。很多那时候的主播想要去新的平台跳槽，然后新的平台会跟他们说，就说会帮你解决法律问题，会帮你解决违约金问题，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画饼，到时候能不能解决，会不会帮你解决也不好说。这个是真的，就是如果说你们以后出去工作了，想要跳槽，什么合同方面的问题，你先签了一份霸王合同，上面跟你说，你的工资是1万，你的违约金是500万，然后法务跟你说，哎呀，这都是写着玩的啦，呀，怎么可能真的找你赔呢？哎呀，但是大家都是这么签的，没关系，你相信我。然后你签了，下一个公司来告诉你说，你来我们公司吧啊，有什么法律问题我们帮你解决，兜底。但是这个就真的不好说，是不好说。比方说你去了 Panda TV 对吧，熊猫平台，然后等到打官司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 process， 很长的一个过程，可能好几年。那时候平台还在不在？那时候说要帮你兜底的那个领导还在不在？那时候平台还有没有钱？还愿不愿意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都是很大一个问号。所以签合同一定要小心啊！话说回来，我又和斗鱼签了几年合同之后，还是有很多麻烦在那之后。比如当时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个叫糯米的绝地求生主播，当时就是大众怀疑他好像开挂了。那时候绝地求生这个游戏 PUBG 特别火，每个玩绝地的主播都是流量大咖。然后糯米这个好像他就是疑似开挂哈，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因为我自己也不打 FPS。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跑来骂我都忘了，因为那段时间实在是发生了太多事情了，我不记得具体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我只记得他疑似开挂，但是很多人跑来骂我都忘了说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啊，糯米好像还是水友，这有点莫名其妙嘛。还有就是说，有时候我直播里的一些片段就会被某些人添油加醋、断章取义的拿去炒作，我忘了我说了什么了，太久了。比方说那时候我就有买股票这个恶习哈，我买了某个股票亏了，但是呢，我又在直播里提到了这个股票，说啊我在这个股票上亏了钱，然后那个股票的社区，就股票其实它会有自己的。就像贴吧一样的社区嘛，里面就会有人说是不是因为这个网红怎么样，这个股票跌了，巴拉巴拉巴拉。就因为就是有时候股票跌了，你心情不太好，有些找人骂一骂出气什么的。网红真是太坏了。
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我在直播里开玩笑，我说如果你股票跌了心情不好，你别拿我出气啊，你上网骂别人去啊，你别骂我，这个话其实也是不太妥当的啊。但是你说有多错吗？就是不妥，差不多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就被一些人制作成视频，说我教唆粉丝上网骂人，带坏小朋友，什么某平台大主播直播教唆观众上网骂人，巴拉巴拉巴拉。哦，金飞凯达，对，好像是这个啊。然后就到处投稿做那个视频。还有一次是我生日还是什么，有一些水友一起联名送了我一个那个卡地亚的手链，一个卡地亚的那个双扣的那个手链，然后是大概10几20个水友一起联名送的。因为他们说他们是觉得就是说每个人不想大家压力太大，但是也想就是不如大家一起送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事情呢，我就在直播里拆箱嘛，就把这个卡地亚的手链拆出来，然后说谢谢这些同学、这些朋友他们一起送我的。然后这个事情呢，就被有一些人虚构了一个家长出来，说一个家长打电话到媒体举报说家里的未成年人、家里的小朋友天天不好好读书、写作业、看女主播，然后女主播的粉丝群里找他收钱。为了给女主播买礼物，这可怎么得了啊？这个女主播引诱未成年人花钱，谁来管一管？长此以往，带坏小朋友。你们还记得这个事儿吗？我当时看了，funny。那个时候其实很多这种类似的莫名其妙的虚构的那种恶意新闻到处发。我那时候不懂为什么，我说搞这些有啥意思啊？又花精力又花钱。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卢本伟在前阵子在直播里说了一些不妥的话、不对的话，就导致号没了。吴五开在直播里一时冲动说了不该说的话，然后现在还在休息呢。所以不喜欢我的一些人呢，他就想要依法炮制这种事情来把我的号也封了。Eventually they succeed 啊，但是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功啊。他说了啥？那我重复一遍的东西我也有责任吧？就是套公式了。其实也跟 PUBG 有关系。PUBG 这个游戏太害人了。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警觉，跟现在的我警惕性不可同日而语啊。然后到了2018年4月底，那时候斗鱼又搞了一个线下的嘉年华，在武汉的江滩。这么每次嘉年华一搞嘛，就很多好玩的事情，也有很多容易出一些矛盾啊，起一些小风波什么的。然后有些主播之间的矛盾又被激化了，说起来都很好笑。举个例子哈，就是说有些群体它需要一些外在的敌人来化解内部的矛盾，当内部矛盾增加的时候，外在的敌人就有了存在的意义。就好比一句流行话是说，抛开一切不谈，美国就没有一点责任吗？然后那时候各家粉丝又吵得不可开交，真的是烦死了。我自己觉得自己是无妄之灾，说关我啥事啊？但是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了。后来呢，有一个主播的粉丝管理，就是大家天天吵来吵去的时候，有一个主播的粉丝管理就找到我这边的粉丝管理，威胁说要公开我的人肉信息，以此来化解矛盾。现在听起来觉得非常的讽刺，说这是什么逻辑？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手里可有你喜欢的主播陈毅发儿的隐私信息，他可能是我手里有他离婚的证据，你们可不要把我逼急了之类的，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就说别吵了，再吵我可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到这里呢，都还是很小范围的那种矛盾，就是还算是可控的，不是一种很大的事情。但是突然有一天，2018年5月13号，有一个叫文文的 ID 在李毅吧、意思吧，现在李毅吧跟当年和最早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同一个属性了啊！哎呀，妙啊！他就爆料了别人的某个女主播的那个个人信息，然后说他的一些人生经历，暴露了他人的隐私。
我在这里还是要说 ，after all， 我是很反对人肉开盒以及曝光他人隐私信息的，不是离异，是离异吧，第八。然后那时候突然一下矛盾就大起来了，然后那个被爆料的女主播的粉丝就会认为，既然大家矛盾这么深，肯定是我干的。但实际上我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是谁干的，以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有人知道吗？就是坊间有很多猜测，说是谁干的，谁干的，谁干的，但是都没有就是可靠的证据说是谁干的。就是有几个主播之间有矛盾，然后当出现了对 A 主播不利的事情，A 主播的粉丝就会认为是 B 主播跟他有矛盾的 B 主播干的，不知道是谁干的。当时我其实是有点看乐子的，就是说大家都说是我，你看不是我吧，就这里，就是我那时候有点看笑话的。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是我知道不是我干的，我就看个热闹。但是有时候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你以为你在场下看热闹的时候，你突然被叫上场了。就是那时候我比较傻哈，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你干的，而在于别人是不是认为是你干的。就是说，事实真相并不重要，关键是别人怎么看。有点幼稚哈，我心想，我反正不是我干的，我反正没干，谁干的谁不知道，我就看笑话。但是如果说当跟你有矛盾的人认为一定是你干的，那你就惹麻烦了。或者说他就算知道不是你干的，但是他为了化解内部的矛盾也得说是你干的。就是说因为他和我有矛盾，所以他要造谣抹黑我，这样呢就能够稳定内部粉丝的一个团结性。还是当时缺乏这些意识啊。你说我学了几年 CAD， 背了一下建筑规范，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啊。这些东西学校里也不教啊，缺乏经验。所以那时候我就被迫也经历了好多攻击，就是多了一些很多莫名其妙的那种很恶毒的外号，什么说我是离婚老女人，说我是斗鱼白莲花，说我又是什么螃蟹，说我是螃蟹。为什么说我是螃蟹呢？是因为说我在斗鱼一手遮天，横着走，谁都惹不起我。可是这很多奇奇怪怪的，还说我横行霸道，还有很多就是比较恶毒的外号，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斗鱼恶霸，大魔头，我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你如果把那个一个人把他称为大魔头，称为一个大恶霸，那你就可以把坏事当成是他干的。是，我觉得后来想的话，就是差不多这么一个逻辑。那一阵子就是发生了太多事情了，我记忆就是又模糊又清晰，然后天天就被阴阳怪气呀，被骂呀，我当时就很烦，我就不胜其烦啊，这个不胜其烦这个词儿帮我删掉啊，太小学作文了。就很烦，我就出来说了一下，我说跟我没关系啊。然后因为我当时特别硬气的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所以舆论就开始导向我。其实我那时候应该有一些危机意识，就是说如果说舆论开始一面倒的导向我的时候，我不应该为自己所谓沉冤得雪而感到高兴，而是应该有很深的危机感，就是说对方会怎么样。缺乏这种就是职场上或者说社会上的一些对于权力斗争或者说舆论场上一些的那种争斗的一些经验，缺乏斗争经验，就是不是在于你该怎么办，而是在于你这一步走完之后别人会怎么办。当时还是太年轻了，未成年人。再后来呢，就是大概清静日子就过了一些清静日子，准确的说是差不多3个月的时候，3个月，因为对方的那个粉丝团体里面有人放狠话说大家看吧，3个月后见分晓，你们也就快活3个月了。当时我也不懂，我说3个月怎么了？
后来才知道是因为3个月后是一个重要的，有一些重要的节骨眼儿。现在节骨眼儿多了，那时候节骨眼儿没现在那么多。那时候就是有个节骨眼儿是那个8月1号，然后就是对方在自己的社区不断的翻我的录像啊，我的早期微博呀，就是以期望找出不利于我的黑料，所谓的。我这一个人呢，我从2010年就开始上网发微博，微博的建立可能也就在2010年或者2009年吧。那时候我就是把微博当成一个朋友圈在发，就是那种个人日记来发，因为我是一个素人，没有人认识我，我也没有粉丝，从来没有想过当网红，然后我就在上面随便乱写，然后发了1万多条。要找我的错处，找我的瑕疵什么的就很容易。而且说起来2010年的话，那个年代也是言论相对宽松的年代。当时也没有想到过，就是说每一年都是言论最宽松的一年啊。自从我出事之后呢，微博紧急上线了一个功能，就是仅显示半年以内的微博，可以说是 hot fix 了。我建议来总还可以再上一个功能，就是说如果你不续费会员，就马上展示你的全部时间线的微博。那这样一搞的话，我操，财报一飞冲天，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话说回来，反正就是那一阵子呢，对面就天天翻我的录像啊，翻我的微博啊，就是找出一些我的小辫子，拼凑一些，然后来给我搞个大新闻。是很多就是我已经忘了我曾经发过的微博被翻出来。我记得有一个是我那时候在设计院工作，然后我负责设计别墅。有一天呢，那个别墅设计的时候，我要设计工人房的时候，就是佣人房、保姆房的时候，我发现地下室里没有那么多的明房了，就是没有那么多地方，就是有时候有明卫和暗卫这个说法嘛，就是有可以开窗的朝向不多了，能够开窗的房间有限。然后那时候我去请教我的领导，我说怎么办？领导说那就不给工人房开窗呗。我说行吧，然后我就把这一条当成一种反讽，把它写在了我的微博上。我决定不给工人房开窗，就这么一条，然后成为了我背叛工人阶级的证据之一。就是我很多年就是前绝对想不到。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我做重庆的轻轨，有个对面的女孩子特别胖，然后坐姿不太雅观，她就很胖，然后她朝我叉着腿坐着，但是由于太胖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走光。那时候我也是一个比较毒舌的一个青年呢，我就拍下来了。我说我又讽刺一下，我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说很多年前有人流行一个叫做随手拍福利，就是拍美女给其他的男网友看。然后那时候我为了讽刺，为了恶心那些经常在网上看别人拍美女的群体，我就拍了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很胖的像大可一样的女孩子，然后我说就讽刺我说这也是福利。然后这个事情呢，他们怎么安排我的呢？就把那个女孩子的敏感部位打了码，导致她明明没有走光，变成了走光的样子。比方说，就好像你一个女孩子穿着比基尼，你把比基尼覆盖的区域打码了，然后人家一看就会觉得你是裸体。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觉得，我说啊，我确实做的不好，素质很差，但是也没有差到那个地步哈。就是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就是我只是想说，我是很那种body shaming 的人，我就觉得对方是个大可，素质又很差，坐姿也不太好，然后又长得不好看，又胖，我就拍下来了。但是也不是说要拍人家走光什么的。然后一打码的话，我就罪行就超级加倍了。谢谢在 BS 截图员，你这个 ID 我现在看着都害怕。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在微博上分享一些比较那时候年少无知啊，比较福利机的图
图片，我说哇操，身材很好之类的，属实是年少轻狂。好，2016年下半年，我发了一首单曲，叫做《童话镇》，多年来深受听众们喜爱。前阵子在各大平台又火了一下，谢谢大家喜欢《童话镇》。《童话镇》当初还是蛮受欢迎的，从这首歌发布以来到我号没了，它都一直在热歌榜里没有掉出去过。有谁有说这个也算是铁头阵的。那时候因为我作为一个游戏平台的大主播，跨界发单曲算是业界一个吃螃蟹的。然后这个单曲成绩不错，很多主播也纷纷发歌，这事儿挺好的，但也给我后来埋下了一些隐患。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超大型主播，我只是一个大主播。童话镇的爆火给我带来了很多人气，同时也树大招风。下面我念两句诗啊。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低高于岸，浪必摧之。我就是那被浪摧的。之前有一年也是周年庆哈，大概应该是8周年的时候，我整理了很多资料，和水友们一起回顾这些年里我的一些直播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回顾我的直播生涯。大家都还蛮喜欢的，但是讲着讲着时间差不多了，就到了后面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了。前几年我总体来说还不够 strong， 怕自己讲这些的时候心态不够好，当时就把这个环节给叫停了。现在的我呢，西方哪个国家没有去过，水平比当初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所以还可以再和大家谈笑风生一下。2017年斗鱼那时候也不知道融资融到了 ABCDE 第几轮，公司有了营收上的压力，因为你不能光收钱没有回报啊。股东们就说你这个公司热度也挺高的，流量也挺高的，怎么不挣钱呢？净烧钱。斗鱼对于斗鱼来说，它用钱最大的几个板块，一个是主播们的薪水，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最大的是带宽费用，不是主播的薪水。主播的报酬合作费用对于在那个带宽费用面前就是不值一提，最大的开销还是带宽费用，因为你要就是能让建立服务器能让这么多人同时在线看高清的直播，还能够实时互动，这个对于带宽需求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赛的版权 ，yes， 每年也要去买一些那种热门赛事的版权费，不然的话不能在这个平台上观看。所以其实主播的合作费用相对是小头啦。带宽就是宽带费用，就是流量费啦。带宽我不知道在台湾那边怎么讲。之前好像 Twitch 也是在国外，在韩国嘛，他说 Twitch 退出韩国是因为无法支付在韩国的高昂的带宽费用，是不是？频宽，对，频宽。所以这个成本蛮高的啊，所以呢，斗鱼一直烧钱，但是没有给股东回馈呢，就面临了股东对于他们营收上的压力。那时候斗鱼就想了一些办法，从外站邀请了很多那种礼物很高的主播来入驻斗鱼平台，以希望带动斗鱼的消费氛围。因为斗鱼本身是脱胎于 AC Fun 弹幕网站的，然后大家喜欢发弹幕，不太喜欢发礼物。用斗鱼老总现在还没出来的陈少杰的原话来说，如果人人都白嫖，我们拿头上市啊。因为他们做这个公司嘛，其实最大的目标就是先上市嘛，上市才能回馈这么多轮的融资。少杰取饱了吗？真的，少杰好。其实我觉得斗鱼邀请很多那种流水很高的主播来平台嘛，都是一个
很好的商业策略，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呢，当时斗鱼搞了一个骚操作，就是强行把几个女主播的外面显示的人气值拉到了同一个水平，就来形成一个彼此之间互相竞争的关系。就是说，本来大家人气有高有低，但是呢，他为了让大家有点像斗蛐蛐那种感觉，就强行把大家拉到一个池子里进行 PK。那个时候呢，这几位女主播之间讨论热度很高，很多观众就天天喜欢互相比来比去，谁今天的礼物更高，谁今天的妆造更好，谁的粉丝牌更多，谁直播间的高级用户更多，谁又丑了，谁发的歌排行榜成绩好了，谁外站的数据又怎么样了。那时候就是这几个女主播任何一点小事儿都会天天被观众们拉出来，就是 PK， 拉出来互相比较，就要排个先后次序。有些人把这个时候的斗鱼就开玩笑把它叫做无解 TV。 那时候其实我很烦这种样子。我去武汉跟斗鱼某个领导谈别的事情的时候，我说能不能把这个恢复正常，就是别搞这种，不要就是人为的操纵这个人气。但是那个领导当时就当着我的面说，我们要是做了手脚，我全家死绝。但是我被他唬住了，我说啊，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是没想到。这个不是陈少杰，不是陈少杰，是一个无神论者。反正就是怎么讲呢，哎呀，无神论者。哎呀，反正当时就是把大家强行的拉起来斗蛐蛐儿，这样呢，虽然热度是上去了，但是矛盾也日渐增加了，粉丝之间就有点饭圈化了，互相喜欢比数据，加上为了营收，斗鱼搞了很多比赛。那时候的比赛包括现在的比赛，也就是刷礼物，赢了就牛逼，输了就被取笑。然后那阵子平台气氛就没有以前那么和谐了。2017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平台邀请我，联系到我，希望我能去他们的平台直播。而当时我和斗鱼的合同还没有到期，但是所剩时间不多了。然后当时斗鱼因为一些原因呢，有一段时间没有给我发钱。这不是斗鱼没钱了，也不是故意不给我发钱，是因为其中有一些小的流程问题。是这样的哈，我在2015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和一家 MCN 签了为期1年的经济合同。然后当时我们的合作内容主要就是他们接广告，然后我们给他们分成，他们帮主播接广告，然后分成嘛。同时也和这家 MCN 以及斗鱼签了3方合作合同，然后跟 MCN 的合同是1年，然后跟斗鱼的合同是2年。所以当时斗鱼给我的合作费用是先打给 MCN 再打给我，是这么一个流程，就比较正常的一种商业合作嘛。后来不知道他们之间双方出了一些什么小问题，也不太清楚哈，所以我的钱就被卡在里面，卡了一段时间，也没跟我说。那时候我太有钱了，几个月不给我发钱，小半年不给我发钱，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rich。 后来还是发了的哈，只是说那时候流程上卡了一下。然后那个YY 当时候就邀请我去他们平台直播，然后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 offer，还蛮大的。然后刚好斗鱼这边合同时间不剩太多了，所以我也就找斗鱼谈了一下。我说哎，有人挖我，你怎么讲？那斗鱼那时候有一个常规操作，就是当一个人要谈合同的时候，就会给这个人施加一些压力。比如说斗鱼有个贴吧叫做斗鱼 TV， 是叫斗鱼 TV 吧？很多斗鱼观众会在里面聊一些主播的相关话题。当时为了避免各大主播粉丝群体之间起冲突，就给一些大主播的粉丝一个贴吧管理员的职位来进行社区管理，以达到一种舆论上的平衡。2017年年末的时候，有一天
我的那个水友的贴吧管理突然就被撤职了，然后同时又有一个超管的聊天记录故意被泄露出来。那个聊天记录里面就是看着就是对我很不友好，就是有很多那种莫名其妙的恶意揣测呀、乱讲话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斗鱼的某个领导当年起了网名叫做常凯申，我以前还不知道这是谁。那时候网络环境相对宽松，现在我估计他是不敢起这样的名字。YY 到底给了多少钱？又没拿到，这空口说的有啥意思？好哦，说了什么？就是那个网名姓常的那个领导，他去斗鱼贴吧突然就带节奏说我有经纪公司，钱都打给我经纪公司了。但是那时候其实我和经纪公司的合同早就到期了，是没有经纪约的。本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主播跟 MCN 有签合同是一个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一个不值得诟病的事情，就是一种商业合作嘛。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自媒体都会有这种 MCN 相关的商业合作。但是在那个时候斗鱼呢，氛围跟现在不太一样，经纪公司就会被污名化成水军团队，有经纪公司的都是万恶之源，经纪公司会为你刷假礼物，为你做假数据，然后如果你有经纪公司，你的收入就是假流水，所有其他主播的负面消息都是你的经纪公司派水军干的。所以当时那几个大主播的粉丝之间互相攻击对方有经纪公司，互相在天天抓对方有经纪公司没。这时候突然那个领导出来说啊，陈一发有经纪公司，就等于是给我扣了个大帽子，也是有点莫名其妙。总之那时候谈合同嘛，而且还有一个很意外的事情，就是说那个时期某个斗鱼前大主播小智，一个英雄联盟主播，人称葫芦岛吴奇隆，现在好像在抖音前阵子停播了，好像是因为身体不好什么的。然后他那时候突然就爆料说斗鱼有负面新闻，他说斗鱼在天天拿水军攻击他，他说他是个好孩子，但是如果你老这样攻击我，我就要请人爆出你们平台那几个女主播的事情，那些女主播是你们的钱袋子，那些女主播都有事儿。女主播能有什么事儿呢？不就是裤裆里那些事儿吗？要不然就是离过婚、潜规则、结个婚，也就是那些事儿啊。这些事儿，相信别说是主播了，就连当红明星也害怕出这些事儿啊。然后接着那个小智又说，就因为这些事儿，你们水军少惹事儿，别把我整急眼了。你让女主播留在你们平台，直接拿人家离过婚的隐情当威胁，人家的筹码，平台能干出这种事？我要是爆出来，你们后果自己想，自己干了些什么事儿，自己心里有点数。这个是我在网上 copy 下来的原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文字类。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没有自己的贴吧管理，而且领导说我有经纪公司，超管说我人品不行，然后这时候小智说斗鱼有个姐离婚了，然后当时就所有的负面言论就全到了我头上，差不多一夜之间我就从知心大姐姐类型的主播变成了恶毒的离婚妇女。不过 by the way 我觉得离婚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从2017年斗鱼嘉年华就知道有个女主播离婚了，我当时很惊讶，我觉得他们俩有交集吗？其实我也觉得没啥，就离个婚多大事儿，就是婚姻自由嘛。而且我觉得还要恭喜他们，如果是换在今天有冷静期还不一定离得了呢，过几年碰上冷静期真的不好办。说起来我那时候也不太懂为什么我说我在斗鱼人缘挺好的呀，为什么那个超管我也不认识他，从来没有交集，他为什么要来公开说我的坏话，对吗？还要下我的贴吧管理。后来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那个超管名字叫山鸡还是山鸡 BB， 或者就叫山鸡，我忘了，真名叫徐插轩，收了我一个老同事60万还是80万人民币的红包，所以该说不说也是挺负责的。那个超管在斗鱼是负责舆论运营相关的管理，现在估计进去了，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斗鱼发了一个公告，2019年下半年至今，公司查处违反斗鱼高压线的行为9起，其中14人被辞退
8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至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现将其中涉及职务侵占、收受贿赂等行为的典型案件通报如下：一、原运营中心用户运营部高级经理徐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违反了斗鱼高压线，已被公司辞退。同时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移送司法机关，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是很久后边才知道了，2020年的，那时候就是很多关于我的针对我的一些很恶毒的一些谣言。那时候为了和大家澄清我没有结过婚也没有离过婚，我就给观众晒了户口本，我就想不到，也没有一下子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然后那个户口本上面就写了未婚2个字。不过这个事情很多人也是并不买账，他说户口本如果不是自己主动更改的话，状态并不会更新，结了婚也可能显示未婚，读了大学可能显示学历只有高中，就是说我这样做是没有用的。我就是觉得这样没有必要，但是当时事情的进展就是这样，户口本也可能是假的，反正就是说你要找角度还是都有角度的嘛。然后 anyway， 出于对旧平台的一些情怀和为了防止违约和换平台产生的不确定性，我就没有去 YY。 2018年年初的时候，我和斗鱼又续签了3年的合同。单身证明其实我当时问了的，我没有办法开单身证明，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取消了这项规定了。我只有在2012年的时候去开过单身证明，那时候是为了去买房子。我当时想要买一套房子，但是呢，如果是单身的话，就会有一些好像是有一些优惠，还是就是首套房的利率优惠，还是怎么样的啊？当时我就去那个公证，是叫民政局嘛，去开了一个，但是那是2012年的事情了，所以就过了很久了。现在那边民政局已经不提供这个服务了。是，我觉得就是要证明这个事情本身也比较讽刺啊。离了婚是离异吗？我不知道，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而且我觉得结了婚也没什么，离了婚也没什么。我妈现在天天发愁我没有结婚的。辛巴的粉丝等会儿来冲台主了，台主神预言。你想啥嘛？他们哪会翻墙？我其实也就是稍稍回顾了一下，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些事情吗？可能作为如果说是当年的我也不说核心粉丝吧，就当年在那个时候有看直播的朋友呢，观众朋友就会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但是由于这个事情发展的非常快，人家说的是就是说很快，一个大主播的培养或者说产生要好几年，要没了的话也好几天就没了。所以有时候如果你那一阵子没有太关注这个事情呢，你就会发现突然一下人就没了。也就这样。切长泽亚滩，你是谁？我知道你帮老谭说话，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是谁呢？老谭那个女朋友叫啥？叫 Nice。 哇，这是很多遥远又亲切的 ID。 Nice 是不是现在结婚了？新郎却不是老谭。天哪，你们怎么知道这么多老室友的 ID？ 什么月牙 PP 挂住？天哪，我死去的记忆正在攻击我。一键测直播间观众年龄。我不会哭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坚强的大人。脂肪告白。话说脂肪叫做带不动的脂肪君，当时是我一个房管，然后也经常会刷礼物，我忘了他是榜几了，对不起，孩儿不孝啊。后来他去英国跟哪个女主播谈恋爱去了，我忘了啊，对不起。然后在那边也有些人又造谣我说我跟脂肪又去英国怎么了，反正就是很多没听说过的事情，关于我的事情从别人那里听说的。然后跟其他几个众所周知，我希望众所不周知的一些
我大错特错的事情叠加起来，就成了一张我的大字报。那时候呢，斗鱼在7月份的时候，斗鱼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边接到了很多举报，网信办那边也接到了很多举报，说你写个检查吧。我说没问题，我知错就改，我态度非常好。他说哎呀，他说网信办那边也是说觉得确实不对啊，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写个检查吧。当时差不多是这样，内部写，外还没写呢，我就说叫我准备一下去认错。我觉得我确实错了嘛，认错没问题。但是说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就是解决了。但是又过了一阵子，但后来呢，我觉得就是本来他们想省一点经费，就是说靠举报就把我给解决了。但实际上呢，这样还不够，只是就是影响力还不够，所以呢，就又搞了一些舆论上的攻势。当时7月中旬下旬的时候，很多人就私信我说：“发姐，我这边得到确切消息，有人要搞你，你注意点。”当时我有点我也幼稚啊，我一直都很幼稚又天真，我就觉得啊，我知道我已经在写检查了，我已经就说这个事情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但是呢，后来就发现这个事情啊，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哈。他就是说，他还有就找了非常非常多的媒体、自媒体和公关公司一起想要把这个舆论搞大。所以呢，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算你提前接到了消息，你又能怎么办呢？我也不能凭空多出来一个大领导亲戚啊。有些同学，有些那种熟人，还有一些朋友替我惋惜。他说：“哎呀，说都早都提醒你了，怎么不当回事呢？”但实际上，哪怕过了这么多年，回去复盘，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除非说你在很早的时候就建立了很强的 connection， 你这不可能，你临时抱佛脚还能抱到佛吧？你不认识佛脚，那时候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不然的话，那莱总也不紧急上线，微博半年可见啊。就说你不能在高考前1个月的时候跟我说多考2门课，然后期待我能考好，这个确实。我也不是给自己找理由啊，我就是现在想不出来那时候能够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也许这样想也是为了给自己开脱吧。就是真的搞了很大的阵仗，起码有个10几天的热搜前3都有我。我操，可太红了。有些同学可能就是误会了一个逻辑，就是热度这个东西，你想要制造热度，你可以花钱制造热度。比方说有正规的渠道，就是说你去广告投放，你去投那个什么粉条，投抖加什么的，这叫正规渠道。不正规的渠道，比较灰色的渠道，你是找那个水军公司给你刷热度，对不对？这是制造热度。那你怎么压热度呢？你压热度就得理论上是不可以压热度的，理论上热度都是民意啊，怎么能压呢？对吧？压热度这个不是一个老百姓可以操作的事情。哎，当时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政治不正确以及很小市民很恶毒的想法，因为过几天冰冰姐出事了，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出事啊？现在我对于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的羞愧，我买了很多 Fun Beauty 的面膜啊，给冰冰姐说声对不起。那时候我过了没多久，冰冰姐就也折戟沉沙了啊。我当时说你怎么不早点出事嘛？你也不差我一个呀。你说你来了，谁与争锋啊？谁与争锋？但是冰冰姐还是让了我。冰冰姐跟我不是一个事儿，当然不是一个事儿啊。但是谁出事的时候不盼望自己的热度被其他事情盖过去呢？要是不说没有这个想法，那纯属骗人。我也可以埋怨一下汪峰，是，唉，冰冰也是这么想的，冰冰就别想了，谁能压冰冰啊？冰冰目前在海外发展还行，是的，希望喜瑞斯也能走出国门。听起来好像是因为你跟斗鱼的关系所造成的问题，你是一点都没听啊。其实很多事情它都是一步一步累积之后的一个结果。One thing after another， 还
还是太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了。自从我出事儿的时候，后来的话大家就相对有经验多了。在我那事儿出了之后呢，微博那边有一个内部的，就是不成文的一个那种规定，就是不允许大家没事这么互相攻击上热搜了。就说你不能老把赵弹当 BB 弹啊，我们不是让你们这么使用的。所以后来这种事情会相对要少一些，会被控制一下。你不能把赵弹当常规武器啊，人家也很忙啊。之前也没人这么干，那时候还有一些不认识我的朋友，也不能说朋友吧，有点碰瓷儿了。就是那时候也有一些认识我不认识我的网友发文说不能这么搞。我记得有一个叫马前卒的光头，他发在知乎发了一篇长文，说行不可知则微不可测，说了很多很多。后来他号也没了，现在还在放暑假呢。哎，谢谢他，怀念他，想他。当时我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斗鱼好几个领导，我没见过的那种领导，不是陈少杰啊，也不是张文明，就是那种是领导但是大家不熟悉的领导，就跑来就是在上海跟我一起商量啊，一起说这怎么办呢，说这个事情咋整呢。我说你劝人家别搞了呗。然后说开弓哪有回头箭啊，这是不可能劝的了。他说事已至此，想想别的办法吧。但是从今天的事情发展来看，斗鱼的关系是没有一条是硬的。少杰你出来没？也不能怪斗鱼不帮我，都是泥菩萨，他们没有骗我钱。斗鱼他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 connection 吧。你说当年没去熊猫 TV 真的可惜了。这话也就是人生没有假设。那我要是脸皮厚一点，我说我要是当年去了熊猫 TV， 可能熊猫 TV 就不倒闭了呢，红红火火现在上市的就是它了。谁知道呢？也要看历史的进程啊。老王的号也没了呀。老王现在不是经常在日本发美食探路者啊，去熊猫也没有童话镇了。是的。小米莉莉丝那边有索赔吗？哎，你别看我这样，我人缘很好的，没有人找我赔钱，哪怕斗鱼也没找我赔钱。斗鱼只是有些钱没结给我。对不起，没有人找我赔钱，大家都好人缘 OK。 当然我也遵守了那个合同哈，我当时跟斗鱼签了3年的合同，18年签的。那3年里，虽然我不能播了，但我也没有去其他地方。我哪赔得起斗鱼啊？所有的合同所有跟我的合作都是正常的结算了，就是结算了我履行了的部分。我觉得大家都挺好的。当时的违约金都是按亿来算的吧？哪有这么夸张啊？我说一些法律常识哈，就是说你的违约金是和你的收入是挂钩的。就算合同上面写你工资1万，违约金1000万，那么当你违约的时候，法律也是不会支持的。就是说你不可能我从这里拿报酬只拿到那么一点点，我要赔那么多，这是不符合法律常识的。而且最后履行以及协商到底是什么金额，这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比方说你主张要多少赔要多少钱，但是最后法院支不支持，这是第一。第二，对方能不能赔那是其次，到底到手里是多少都不好说。还有没有阴阳合同？我他妈一路傻白甜过来，还有阴阳合同呢？我要是会这些高端招数，我也不至于来油管发展了。你还以为我在斗鱼的收入是以亿为单位？当时有很多人也是有这种误解，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很多主播喜欢搞一些那种热度新闻，就是互相吹对方多牛逼，然后就说他又什么身价多少多少，这又什么身价多少多少，但实际上最后拿没拿到以及到手了是履行了多少都不好说。
在我停播之后，有一些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联系到我说要帮我走动走动，然后呢，也希望我能照顾照顾他，照顾我，我照顾他。然后有些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有点没点逼数啊。他们就是听说主播都很挣钱，然后一开口就说我帮你把这事儿搞定，你总得给我个几千万吧。我说告辞，抱歉。我说像傻呢。对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认知，你不能说有些傻孩子怎么自媒体写啥你就信啥呢？他说要多少钱你就信了，那拿没拿到这么多钱，到底是宣传需要还是真金白银两说呢？谁能搞得定？我不知道，白登们现在都不敢吹这些了，现在不敢说这种话了。以前大家喜欢搞这些新闻炒热度，签约费多少钱，现在不争这些了，现在巴不得所有人都不要出现在热搜榜上，也不要出现在社会新闻里，不要被大众看见就好了。现在都希望不要被注意到，因为现在网红成为一种社会负面情绪的发泄口，大家一说就是啊，这些网红又没什么文化，怎么收入这么高？我建议全疯了，就这样。所以大家都 play low profile， 都是新闻啦，是不是真的都两说呢？也可能最后落没落实也是不好说的。比方说举个例子，说给你说签3年的合同或者5年的合同，然后每年给你100万，假设。那么如果说当你热度下降，人气大不如前，他还会给你以前人气高的时候的薪水吗？我觉得很难说吧。他可能就会找你降薪，然后你想想自己打官司打得赢吗？你拖得起吗？以及比方说打官司的时候，他就不准你直播，对吧？你就耗在那儿，一拖个好几年。平台和主播之间，平台还是强势地位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了。现在叫降本增效了，降本增效不是以前那种烧钱的时候了。以前行业所谓的一片蓝海都在烧钱，现在都比脸干净，烧什么钱呀？我这2天在写这个，也不是说回忆录吧，听着年纪很大。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就有时候我怕自己记错了，因为当年确实在短时间内发生了特别多的人和事情。我就去翻我的手机相册，就是找一找记忆里的查漏补缺嘛。然后我就翻到在我不能播的那个时候了，就是说对方已经在他计划好的时间节骨眼上对我发起了总攻，然后成功把我的账号拿下之后，那时候我又不播了。以前我是一天每个月要播80个小时左右，一周要播4天5天，然后那时候我就没事儿做了，突然一下闲下来了，我从一个网络红人女明星突然变成无业游民。然后我就翻我自己的手机相册，天哪，我那时候完全是自虐，我就天天上网看别人又骂了我什么，然后我本来觉得我已经 get over it， 然后我就去翻我的手机相册，把我翻抑郁了，心跳到了280那种。我说我疯了吧，我天天去截图别人骂我，那种啊，就是我就是那种我没事干啊，好，我就翻啊，这个人骂我，他什么成分？原来是这个人又造我妖。那时候我不光是就是自虐哈，我还有一个想法，还有一个非常那个幼稚的想法。我从头到尾都很幼稚，我想把我幼稚的时候犯的错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不要像我这么幼稚了。我那时候要把这些截图保存下来，我要给领导看，我说领导你看，就是他害我的，你可要主持公道呀。你说我幼稚不幼稚？我其实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吗？
当时我出事儿的时候，领导说我这个领导不止某一个领导啊，是指一些工作人员。他说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说我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儿。然后对方说，哎呀，你太敏感了吧？不会吧？哎，这个你也没证据啊。我说，然后我就去，你要证据是吧？但实际上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那个，我觉得上面不知道我的冤情，所以我截了几千张、上万张骂我的图，说你看他又造谣，你看这个人又抹黑，他又带节奏，太幼稚了。很多年之后才稍微成长那么一点点。但是有一个领导跟我说，那时候也是9月11号，你知道你们也很幼稚，你知道吧？我在8月1号出事儿的，8月一整个月我都没播，我把标题改成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续牌。我觉得我的文学造纸也还可以了，就是也不说东也不说西，就感谢就完事儿了。我也不像卢本伟那种，卢本伟毕竟文化程度比我低一些，他说什么对不起还要休息几天，我觉得我比他还是要高一些，还是要高一点。然后我的直播间标题就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续牌。结果那时候那一个月我没播，但是我的礼物排行榜，就那个礼物是算那个免费礼物和收费礼物的，我的礼物排行榜还遥遥领先，没有说那种前几名啊，反正就是不是第一第二，但是在前几名，这个就很招人恨了。其实我那时候不懂这些，我当时觉得好感动啊！哎呀，这都是亲生的家人们，太好了，我永远爱你们那种感觉。你现在想想回想那时候是不是很幼稚？后来呢，我们就为了控制事态，先大家不许说话了，就是那种大家不许说话了，只有房管可以说话，然后大家来发点礼物就走，有点像献花圈的感觉啊。这样说有点不吉利，但是我自己吐槽自己是可以的，你要是这样说我就封你号了。好，但后来呢，那个就是虽然我不在直播，但是我的排行榜又名列前茅，这个就有点让别人下不来台。而且当你出事儿的时候，你最需要做的就是消失 disappear， 对吧？我觉得川普也很傻呀，人家打一枪啊，然后他没打中，他说 fight。 那如果说不止一个 shooter， 不止一个刺客的话，他已经 dead 了，对吧？所以那是其实是应该 lie down。他不是因为他是政客，是因为对面只有一个刺客，他肯定也没经验。肯尼迪有经验啊，问他吧，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雇的刺客操作？阴谋是西医人雇的，是光明会，是共济会。你觉得那个事情是一个开始吗？我觉得就是说，当有一些事情可以被人利用的话，有一些规则可以被人利用的话，那而且很好用的话，那就接下来必然会频繁的被人使用，就是一种社会规律吧。然后在我没有播的时候，很多粉丝宝宝说起来有点恶心啊，粉丝宝宝就去直播间里给我送礼物，然后发弹幕。后来就叫大家不要发弹幕了，以免说多错多，说错话。但是还是在发礼物。没过多久，9月11号 ，6 years ago 啊，2018年9月11号，那时候是我直播几周年来着？4周年。How time flies！ 天哪！那时候呢，那天一到那个时间了，很多人很多水友就不约而同的原谅我的文学水平啊。不约而同来到直播间，一到0点就开始发飞机、发火箭，各种支持航天事业。那时候其实也是一种现在看来可能有一些幼稚的行为，因为你这样等于又搞了个大新闻，人家还在等你呢，就是说，这人家就等你呢，等你还有气儿，就是说等于是说，哦，原来他还有影响力。这样就让说你怎么你们给他发火箭是不是不服气呀？
然后对面就把这一套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方案去打了小报告，然后没过多久那个直播间就没了，而且我还连累了卢本伟直播间也一下子没了。对不起吴凯卢老师，殃及池鱼了。卢本伟那个他停播了之后，直播间一直在的，被我给搞没了。那时候给我整了好多个那种听上去大逆不道的那种新闻标题，什么被封禁的主播直播间竟然依然能够打赏，小编质问斗鱼，斗鱼说毫不知情，斗鱼说这不符合规定。小编问斗鱼说为何被永久封禁，反正公然打赏，反正就你那一套很多，公然、竟然、居然、严重违反，为何？难道这背后，反正就那种，那种组合拳一看人就害怕，你知道吗？唉，现在想来的还是缺乏经验。你说当时对方怎么就那么有经验呢？我他妈真的是一点经验没有。我一直觉得那个人不太聪明，但我觉得我现在想想，我才是不聪明的那一个。你说谁？我觉得我确实不太聪明。那时候就是全网络平台，可能说就是都没有料到，可能大家还是年轻了，没有经历过太多事情，所以没有料到能够这么搞。到现在已经是个 ISO 流程了，对吧？一旦有个人说了什么不该说的，马上截图了之后艾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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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大家一起带话题开始发了之后，然后被那什么哒哒哒哒哒哒，最后号没了，超话没了，他什么啥那种 SOP 啊，不好意思，就是一整套流程了。现在大家都懂了，但是那时候真是不懂，所以人啊都不知道，就都不知道，一切都不可预料。以前没有这种流程，现在都很熟练了，而且还有那种就是有那些什么爬虫系统，虽然你隐藏了你过去的言论，但是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把它保存下来之类的。18年以前真没这样搞，也不能非说人家那个什么有什么人，我觉得就是有法儿，有经验。最开始的时候9月11号，然后大家给我发了很多周年礼物之后，没过多久我直播间没了，卢本伟直播间也没了，然后再没过多久，微博的客服给我那个就是我一直跟微博联系的那个小姐姐和小哥哥们，他给我发消息说，最近把你的账号隐藏一下。那天我刚好生日，但这个问题也不是重点。我说隐藏多久啊？人家支支吾吾啊，也怕伤我的心，他先半年吧。他说最近有一些什么专项活动，把账号隐藏一下。对，当时我真的很天真，我就说隐藏多久？他说先半年吧。我说那半年之后解开了吗？就好了吗？他说再说吧，再看吧，到时候。我缺乏这，你说现在我还会有这种幼稚的想法吗？不会了。但是这个学习的学费有点高。其实说实话，如果说微博在，也没有什么意义，谁敢发呢？卢本伟微博还在呢，他不是每年到时候正能量一下，现在都不正能量了，可能也是累了，爱不动了。是，你说就算我的号还在，我敢发什么？我也不敢发什么。感觉好像没有哪个号是回来的，不知道督工回不回来。卢本伟到底是因为啥？好像就是因为那个直播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吧。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他影响力大嘛。那时候辛巴号没了？不是吧？说他对，他的那个错误是那几个字儿，我就不念了，念着有点不好。也不是说卢本伟素质太低了，封号没问题。素质低果然不是，素质低确实不是什么好事，大家都应该做个高素质人。但是你不能以素质低作为一种
封号的标准，因为素质的高低它没有一个恒定的一个可以服众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就好像说一个人的游戏水平很低的他就不能打游戏，或者说一个人的发言水平太低了他就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之类的，这是没有标准的，无法量化的。吴鲁开当时你说也不是说他线下什么攻击其他人，我觉得没有，人家没想那么多呀。人家你说现在哪个主播说请粉丝吃饭一时之间都能来个几十人嘛，大家都是好玩的。然后就是年轻不懂事儿说了一些不对的话，肯定是不对的，你说有多大罪大恶极也不至于啊。我是觉得啊，就错是肯定错了，也不是罪大恶极，可能就是在那个风口上吧。后来我停播了之后，就有很多朋友想要帮我说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想要帮我去解封什么的，给出了建议意见啊之类的。有些说要预付费呀，有些说要签合同啊什么的。很多人都会在这个环节损失一些钱，要不就是遇上骗子，要不然就是没有遇上骗子，但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成。这个也反正截止到目前来看，也没有谁就大一点的哈，好像没有太多真的去把这些事儿解决了。不是都骗钱的，有些是骗钱的，但我还好，我没怎么被骗钱。我觉得如果说出了这种事情能够解决的，一般来说是影响力相对少一点的就好一些，然后事儿比较小的就好一些。那个什么拖行交警，那个本来就没什么事儿，都800年前的事情。我之前还说过一次，我当时有个音乐公司的说朋友的朋友吧，然后找了一个说是自己有关系的人来牵线，想要说合作一下，而那个人也不是自己本身是个厉害的人，想要搞这种事情都是那种比较复杂的，谁能通过谁的谁能够搭上谁，很复杂，就你要隔好多层才行那种。说他的什么师傅老师，反正这种有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些关系很绕哈。而且我当时加了那个人的微信，那个人的微信到现在还在我的手机里，就作为一种社会观察。他 ID 和微信名两边还挂了2个红旗。当时我跟那个人就见了一面，在上海的一家粤菜馆，好像是粤菜馆，吃了顿饭，花了几千块钱，我请的。然后那个人我觉得有点扯，就是他当时穿了个西装，还打了个领结还是领带过来，然后他那是冬天嘛。然后他说你怎么穿的这么随便就过来了？因为我穿的大衣，然后大衣在房间里脱了，里面就是件毛衣。然后他说他是那种他说他是那种做文艺方面的嘛，娱乐方面的。然后他就接触一些什么小明星啊，一些那种演艺界的多一点。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就老跟我说，他说认识什么那些小的女爱豆啊什么的。没事，见面的时候在哪儿搞团建，然后人家都坐他腿上，怎么样啊？一来就非往我腿上坐呀，说话就很那个哈。他临走的时候，就我们这大概聊了一下吧。然后临走的时候，我付完钱走的时候，他在门口就还那种上下打量我。他说你有没有1.6米啊？然后我就觉得很扯啊，我说。这跟我们之间的合作有任何关系吗？而且我觉得他都悬。那个男人的身材和样貌有点像《破产姐妹》里面那个馆子里面的那个亚裔老板。你们看过《破产姐妹》吗？《破产姐妹》那个饭馆里面的那个亚裔老板叫什么汉？对，他那个长相和身材就跟那个差不多。然后他来问我，他说你有1.6米吗？还说我今天穿毛衣穿得很不得体，我心想神经病。后来他给我发消息，回家之后给我发消息，就很油腻啊，
这个油腻就是那种溢出来的。他说谢谢美丫头今天请的饭，就不是我的一种比方啊，他是真真正正的打了美丫头这3个字给我。谢谢美丫头今天请我的饭。我之前说过这个，就是实在太印象深刻了。这人干啥的？可能就有点关系吧，具体干啥也可能就是个川儿，从重庆话叫川儿，可能就是一个有一些关系的一个人。他们这种人不可能是那种真的有 connection 的，他只可能是能够通过他再通过什么什么就搭上线儿那种。他那个过年的时候还给我发消息，就当年过年的时候，那是2019年了，给我发消息说什么陈仙女儿对吧？陈仙女儿新春快乐什么什么什么，我也就没回他一直，因为我觉得他们这种办不成事儿嘛，我觉得水平不够，而且还给我提一堆要求。很多人他就是有些人想就是在这种时候他会想要说，很多人在号没了之后他会比较着急，他会就像落水的人一样，他会想要抓住任何给他伸出的援手。所以呢，有些人也会在这个时候对这些博主啊这些就是趁机提要求。反正后来我也没有和他们有什么进一步的谈合作什么的，我觉得这水平太差了，实在是没有必要继续深聊下去，算了。但实际上这个人并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我一个朋友，一个做音乐的朋友认识的。其实现在各行各业做到一定程度都必须要有一些认识的 connection， 不然的话有些时候就不方便。当你公司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要有一点点 connection， 至少讲一讲他的战术啊。我不能讲啊，这可能不能讲啊，没必要讲吧。这个所有的企业公司行业做到一定程度之后，他还是需要一些安全感。那个做音乐的朋友其实他不是骗子哈，他肯定不是骗子。后来他还做了几首成功的在抖音和那个短视频平台就是传唱度很高的那种抖音神曲，我觉得他那一波还是挺火的，应该也挣了不少钱。就他不是骗子，他只是一个牵线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哈，就是要解决类似的问题，也不光是钱的事情，也不光是权的事情。有权有钱也不一定能搞定，很多事情就无从下手。叫 everything under the water， 不是说舆论环境，就是说这个事情一切都要 under the water， 比较复杂。我以前都不太懂这些东西，后来才补了课。我不能说的太细呀，说的太细了对我没有好处啊。是他需要，我不能说的太细。希望你们永远用不到这些技巧。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就来油管了呀。然后当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安慰我。我记得我去一个地方出差，是的，虽然我停播了，但是我还是要出差，有时候有些事情 unfinished business 去出差。然后他请我在一个非常豪华的饭馆的包间里面，请我吃高级粤菜，吃那个佛跳墙什么的。然后他就问我说，因为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就是有些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问我，就说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就这样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比较单纯啊，就是比较傻白甜那种，人家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一五一十跟人说了。其实现在想来，我这样做是不太合适的，是不是？佛跳墙是闽菜嘛？啊，我觉得是粤菜，不好意思，我以前不懂这些人情世故。你看你这个 V 字仇杀队，你也不懂对吧？我就知道你啥也不懂。因为别人问我，哎，你怎么出事儿了？我说别人和我有矛盾，我被整了。然后这等于是可能是说给别人出了一个难题，那别人应该怎么办呢？
而那时候我也不清楚对方的，就不像现在哈，现在感觉每个人的光谱都是，如果说以流行的话来讲，每个人的政治光谱现在都是一目了然的。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对方以及水友们以及各个同事朋友之间的那个光谱是怎么样的。但是那时候别人问我出了什么事儿，我就说有人整我，哎，我被整了。然后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等于是给别人出了个难题，说啊，那他应该怎么应对呢？他要装作不知道，他要为我声援，他要和我切割，还是怎么样？现在想来可能是给别人出了个难题。但是当时我刚出事嘛，我也想不到那么多。我觉得别人关心我就是只是关心我，是真的是关心我，那我一定要告诉别人关心的事情啊。那应该咋说呢？就带过吧。我觉得有些人关心你，也并不是真的要关心你，事儿比较复杂。我是不是指名道姓？那肯定指名道姓啊，这有啥吧？我之前就和他说了，我说那个人老针对我，老整我，他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跟斗鱼上市一点关系都没有。简中互联网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分析方法，就是阴谋论。啊，我出事了，一定是平台之争，有大资本的推动，巴拉巴拉，背后都是，要不然就是美国人，要不然就是资本，要不然美团，没有那么复杂。上市公司忙着呢，上市公司天天就想着融资，背后有资本博弈，没有那么复杂。那段时间刚好是抓点心，没有抓点心，不要老是想着就是说阴谋论，没有那么多一盘大棋。我在想，就是说当时跟别人倾诉那一些，是不是给别人带来困扰？我现在想，如果我说这些，可能也会给别人带来困扰，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很在意了，所以无所谓。那时候我还比较天真，就是有些朋友过来，没有竞争平台，真的没有。那时候虎牙还特别想帮我，他觉得说，要不然这个真的，你们把那个事情想的特别复杂，没那么复杂。那时候我一些朋友就是比较有 connection 的朋友。过来安慰我呀，过来跟我聊天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他说你这个事情就是说可能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看情况。我说哎呀，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误会嘛，我觉得就是说什么今日的罪名安在我头上，简直就是莫名其妙。我这辈子没有想到会被说这个罪名，因为如果一定要按罪名的话，我觉得精美可能还更合适一些，但我这话又是自己自掘坟墓的一些发言，但 whatever， 我觉得很奇怪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说？但是因为中日的关系总是很好用来炒作话题的，所以就这样了。然后我就跟我那些朋友说，我那个朋友，我说，哎呀，这个事情人家就说搞错了，是误会，就放过我不就完了吗？就是说啊，是个误会，对吧？最开始有一些断章取义啊，或者有一些过度解读啊，怎么样，说就说抓错人了，不就完了吗？啊，我觉得不是很大事儿。我说我一个升斗小民，但是那时候那个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觉得很管用。那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解释几千年发生的事情。我那时候不懂，后来才慢慢懂。他说他们是不会错的呀。他说你在想啥呢？不可能呀，他们是不会错的呀。我说谁都有可能错呀，这有什么？他说哎，你休息一下吧，你好好休息吧。人家苦口婆心的劝我，那时候我比较上头嘛，不太懂这些。我觉得理解要好，这句话就理解很多事情。然后停播了之后，我就说也不能天天在家里以泪洗面啊，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我就说要不学习一下吧，看点书什么的。然后我就找了点我觉得针对我这种比较对症下药的一些书来看。这些书说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在以前没有看过这些书，我那之后我才看，所以我现在再来说，我到18年才看这些书，就显得我很文盲。那就1984动物庄园、美丽新世界、我们就那些，
还看了点王小波什么的，还看如何炒股。说实在的，我觉得还不如看巴菲特的那个。那时候如果我从18年开始炒美股，我现在已经资产翻倍了吧。我看王小波，虽然看的不多啊，他那个黄金年代那个白银黑铁，我就只看了黄金，还有一些杂文。不要再乱说，拜托你正常一点。那个 ID 你说什么发姐推荐1984动物庄园美丽新世界，你要我死啊？我给你推荐，我不敢说，但是我不推荐这些，我觉得这些书应该禁掉。我记得我看了那个王小波，我不知道是哪一篇文章里面说的，他是说了一个故事，我把它复制下来，他说70年代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王小波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照他来看，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就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王小波这种值不值得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没有说他是反动的。我之前在小红书上搜这一段搜不到，我是维基百科才搜到。然后2019年的时候我就去了趟台湾，那时候不知道，后来就不能再去台湾了。自从那一次去过之后就再也没去，不让自由行了。后来2019年那是台湾自由行的最后窗口吧，是麦兜合影那次吗？马兜，你听这个发音，人家是 Hong Kong 的嘞。春田花花幼稚园啊，是香港的啦。哎呀，这个女大学生，台湾是麻豆啊，香港是麻豆，你不要搞得像一个饥渴的男大学生一样搞错了。你看这文化底蕴就差很多。弯弯，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然后2019年我去了台湾，也去了香港。那时候我也开始就是说就上油管随便逛逛。那时候我还是找别人借的那种 ladder。你不要说什么觉醒之路，我执迷不悟啊！你不要乱讲。2019年4月份还是多久我去？3月份我去的香港。我不是那个时候去的，那时候我可不敢去。但那个时候由于我已经开始上 YouTube 了，我就觉得很吓人。这边一点声音都没有，觉得好奇怪呀，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说法。这接下来就水火不容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可别乱说。也没有说打开新世界。什么是新世界？我就觉得有一阵子我有一阵子沉浸在我总有一天沉冤得雪的那种幻想中。就是刚刚那边很多人在那边非要造谣我离婚的时候，明明是他们喜欢的那个主播离婚了，然后他非要说是我的时候，我其实是心中有那种你知道，像那种主角逆袭的那种网文里面的前期状态。我会觉得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你们都给我道歉那种，对啊，就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嘛。然后前期的就叫，我用股市的话来讲叫横有多长，竖有多高。我前期有多痛苦，我后期就会有多爽。那种很幼稚的想法。但后来我就觉得那时候肯定等一切都真相大白的时候，舆论一定会反转，那些人一定会很后悔啊，一定会很抱歉这种。但后来发现，我就发现这些人怎么没有是非观念啊？这也没有记忆，就完全不讲道理的，为什么呢？然后再到后来，我最开始就很迷茫这种事情，为什么这些人不讲道理的？后来多了几年，我就麻木了。我觉得
啊，确实都是这样，也不讲这些。那后面几年也是这样的事情特别多，大家好像就过了就忘了，怎么样？波澜啊，波澜。然后从2018年我停播到2021年我开播，为什么等了3年呢？是因为2018年的时候我跟斗鱼签了个合同，刚好3年。然后2021年的时候我跟合同就结束了，我就想说那时候就来油管播一下，反正没有合同的束缚嘛。其实我觉得如果提前来的话，也应该斗鱼也不会跟我扯官司的皮，但我印象还是稳妥一点这样。但是到了2021年2月份的时候，我到油管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上了2年 YouTube 的人了。茶话会那时候就是跟大家一起在 YY 建一个频道，然后聊天，就是这样。那时候我每次1个月跟大家聊几个小时，我在聊之前，我要写很长很长的稿子，几十页的稿子，因为我需要不停的讲话，又不能靠颜值撑完全场，也不能打游戏，只能纯讲。然后我就需要写稿子，写提纲。然后那时候还设了门槛，就是很怕有那种，因为那时候还是我的负面热度比较高嘛，很怕有些那种所谓的记者呀，还有一些对面的就不怀好意的一些人进来这样。所以那时候还设了很多门槛，比方说超话等级啊，还有淘宝店的订单啊什么的。然后就在 YY 频道里面搞语音聊天直播，就这样。没想到那个也搞了个2年多，是不是？茶话会直播质量很高，真的吗？你是不是借古讽今啊？你是不是借古讽今？回头要不我把那个文稿也发出来，借古讽今是不是？暗示我现在质量不高。以前也有那些黑子，他就是叫做集锦粉。什么叫集锦粉呢？就是有些视频创作者、视频师傅啊，他剪辑了我的那个直播的一些他认为就大家觉得好玩的片段，叫精华片段，然后把它剪辑下来做集锦。然后就这样的话也吸引了一些观众，叫切片粉嘛，集锦粉，就是1年可能就给他弄个几个小时这种。有些就是集锦粉就觉得，然后来看直播就觉得这个主播没有集锦里面那么有意思，就有点那种失望的感觉。但是人怎么可能有集锦里面有意思啊？这浓缩的，我本人也是已经浓缩过的了。AlphaBot 它不算集锦，AlphaBot 还没我本人有意思呢，它的剪下来的。直播它时长比较长嘛，还起到一个陪伴的作用。集锦嘛，就是一个照顾一些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朋友。阿发其实剪辑的挺好的，对啊，挺好的。我前阵子就是怎么讲呢？AlphaBot 就是小黑嘛，其实他就是小黑。然后他最开始找我说想要成为喜瑞斯员工，说来帮我剪视频。当时我就觉得说，大家作为粉丝和博主之间这种关系，如果开始进行工作上的合作的话，容易把关系闹僵。就像朋友之间，如果一起做生意的话，容易反而关系就不好了。而且有时候我对于工作上有时候会有点暴躁，如果说话比较严格难听的话，就会反而让大家关系不好了嘛。所以我就说，我就婉拒了他。然后他就自己剪的也还挺好的哈，挺勤奋的，更新很快，比我快多了。但如果说我也不可能就是直播每周直播那么多个小时，还能够自己剪辑自己的视频，那是不可能啊！后来呢，我就说，我说要不你也来帮我剪辑吧。我们就合作了一段时间，
跟那个 AlphaBot， 但是合作的几个视频呢，播放量不是很高。当时我也没有对外说是他剪的视频，我怕就是说给他造成压力。然后有一段时间，大概可能1-2个月吧，就是他的播放量不是很高，然后他就有点着急。我本来跟他说不着急，我说，因为很多时候是他，我就没有干涉，不是没有干涉，就是没有说要剪什么，他就是把他想要剪的发给我。但有时候我会觉得他的选材会没那么有热度，就比方说反而会有争议一些，就是他的一些选题。我说就是说，当前的。我觉得哪个地方比较有意思啊，或者哪些地方没那么有意思啊，还有那个哪些东西更有时效性啊，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嘛。但是可能就是说我想要的一些效果，我想要一些的风格跟他想要的风格可能不太一样。就比方说他就从来不做财经方面的，我就是现在已经化身股神巴菲特了啊，我已经纵横股海数十年，已经是股神巴菲特了，但他从来不做这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那个话题，因为他自己不喜欢。然后后来有一天呢，他就给我发消息，他说：“发姐，台主，我觉得我们这样合作是不利于我自身的发展的。”小黑这个人，他其实情商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的。我给你看一下他的那个说话，我其实。当时我看了就有点，但是我也知道他情商比较低哈，就是后来我也想开了。他说啥，我经常对他就是视频做出一些那种修改的一些讨论嘛，然后但是一直那个流量不高。他就说他有一阵子说谢谢台主，挺不好意思的，播放量也上不去。我说没事啊，我说干巴的呢之类的。后来他说台主，我觉得我要调整一下自己做视频的节奏。这几个月来，我的整体收益不断下降。虽然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最后还是要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啊，哎呀，卡了！别，我没在美国。谢谢赵老师。哎，我去那个，去拿点冰块。哎呀，谢谢大家。谢谢，我去拿点冰块。哎呀，上回9月份的时候不是回顾了一下我是怎么来到 YouTube 的吗？我上次讲到哪儿了我都忘了，讲到2018年具体讲到哪儿啊？18年发生太多事儿了，讲到7月底4周年直播间被封，哇！所以我其实就在斗鱼播了3年多，不到4年，我就这么红了，天哪！所以我大半个直播生涯是流亡海外的，天哪，这么久了，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3年多就搞到行业第1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油管，来这里也3年了，天哪！别说了，我这新人第1天开播，别说什么来3年了，听得我发展的很不顺利。我直播间被封以后，给我的礼物结算了吗？没有，那反正后面就没结算了。我账号里还有10几万鱼翅也给我没收了，哎。不过那时候斗鱼还找我退钱呢，退钱是退什么呢？他说我有时候直播的时候没有达标，就是人数没有达标，叫我退几十万块钱，好像我忘了。他说多发给我钱了，在某个月份我的人数，就是我们签的合同是那种，你要达到人数，你直播间的在线人数要达到多少之后，才开始给你计算那个有效时长。有效时长达到多少时间之后给你发那个签约金，是这样的。然后他说我那个当时没有达到，就是我有效时长没有达到那么多，所以要退钱。然后我就没回人家，我就想搞笑吧你，我说我不可能没达到。当然后来就没有太多交流了，他可能认为既然你不退我钱，我也就不退你账号里的钱了，是这样的。斗鱼那时候是比较混乱的，很多经纪公司的那个就是所谓的 MCN 嘛，也是比较乱的。我记得有一年
有一个月的我的那个礼物结算还是签约金打到了别的主播的账户里，就是我们同在一个 MCN， 但是打钱的时候打错了，把我的钱打到别的人账户里面去了，还好都是就是互相认识的，人家就退给我了，就这样就转给我了。反正是其实草台班子嘛，有时候会出这种错。哎，我也出过错哎，我有一回把那个我的房租打给我的那个给我就是做衣服的那个工厂去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一些那个小的错误而已，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出点错，确实是小钱啊，不是什么大钱，就是下面的工作人员出错了。你也不能说啥都是陈少杰的问题，陈少杰根本管不过来，陈少杰他主要是管融资的。我在墙外比墙内播的还要久，其实算时长的话可能是墙外久一点，我算那个持续的时间，但是算播的时间那肯定还是等一下没有墙啊，还是在斗鱼播的久一点。因为斗鱼的那个我以前播的比较勤，现在播的没有那么以前那么多了。以前是每个月大概差不多1周4天到5天，每次5个小时，有时候还长一点。这边的话1周播3天，以前播的频率比较高。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还有120个小时的时候，我在斗鱼没有天天播，但是我也算没有那个游戏博主那么播的那么勤，因为他们就打游戏嘛。但我还是算比较勤奋的，相对就是不叫勤奋，叫敬业。什么时候墙内墙外两开花？没有墙哈，没有墙。然后就是我在斗鱼没播了之后呢，差不多是讲到这儿是吧？然后那时候我就频繁上热搜嘛，对方就是找到什么机会就会让我上热搜，不管是我先给我整一波罪名上热搜，再是斗鱼出什么公告我要上热搜，我的直播间没了要上热搜，反正有啥就连续上热搜。那时候很多超话呀，或者说群里的小伙伴就互相说不要去点热搜的我的词条，这样的话就会给我的那种负面热搜增加热度，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说助攻那边一定要点那种其他词条的热度，好让我们的排名降下去。但是那时候我实在是知名度太高了，热度太高了，就算我们自己人不点那个，外面都会好奇点进来，反正就一直在热搜的最前面。我有个朋友说当时给我开了所有的机器，想要把我的词条刷下去，但是没有用，然后对方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估计花了个7位数吧，我觉得几开头就不知道了。后面那些工作室就说的是不让这种负面词条上热搜了，就是防止各个群体撕逼，然后把热搜当成大家撕逼的工具，自那以后就不许搞这种东西了。那人家包年的用户确实挺有钱的，还太舍得给我花钱了。后来就不让用照弹了，是因为那时候这个上次已经花了不少的篇幅讲为什么他要整我这个事情了，这回再讲就有点重复了，就是觉得我有我没他的感觉，因为他理亏嘛，也不是因爱生恨，就是大家有一个竞争关系。其实虽然赛道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由于都是一个平台的女主播，然后他又太想进步了，所以就有很大的对其他人很大的敌意。你别觉得他好像就搞我，他肯定最恨的是我，但是他其实也搞了很多人，其他几个没有一个不被他搞的。只是我们这些自己互相都知道，但是关 Miss 啥事，我跟 Miss 都不熟。对，科科那时候也被搞得很厉害，因为很多人说要不是二科去了熊猫，哪有他什么事儿嘛，所以二科也经常被那个被说话难听。阿冷也是啊，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太想进步了，太想进步了。那时候每个星期也没有发生太多事情，那时候我其实过得非常抑郁。在茶话会期间，我的生活乏善可陈，每天以泪洗面，还要绞尽脑汁给你们讲一些开心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我操，人格分裂。那时候过得非常痛苦，其实苦中作乐。有时候会上一上YouTube 什么的，然后再到了那个 YouTube 的时候，我会对自己有一些误解。那时候因为我过得非常痛苦，生活中非常的抑郁，然后我觉得就粉丝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光，就是说粉丝永远是爱我的，对我好的，和我在一起的。但是我就没有意识到，其实粉丝并不是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的。我那时候很 ego， 就很自大。我那时候你知道有一阵子赵小臭在我的房间里直播嘛，在我的房间里直播，我那时候就很自大。我跟他说，你拍照的时候注意不要拍到我生活的细节。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这句话简直就要用小学生作文的形容，就是我想找个地缝钻起来。我说，因为我的粉丝太久没有看到我接触我了，他们会在你的照片里反复的搜索有没有关于我的细节，我不想让他们猜测太多之类的，你知道吗？我就说这种话，我说就是不要拍到我一些我不想别人拍到的东西那种。然后我心想，当然那时候赵小臭还是很尊敬我的啊。然后他说我在我心里想，他心里面肯定会觉得我是个傻逼，就把自己当根葱了呢。They don't care 对吗？是不是有些人听不懂 They don't care 是什么意思？其实是 They don't care， 但是有些文盲打不清楚就变成 care， 然后现在大家都用说 I don't care 变成 I don't care。现在尊敬的心情要少一些，毕竟我以前是一个大博主啊，现在是个糊咖。大家显微镜看照片，真的吗？有没有大家加起来2只手吧？也就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很幼稚，说一些很听上去非常的可怕的话，很尴尬的话。我以前幻想就是说，哎呀，我跟大家这么久没见了，我要是再次和大家见面，我再次直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但实际上跟我想的不一样，太看得起自己了。那时候我第一次在油管直播的时候，我上热搜了。然后我又给我的新浪微博的朋友发消息，我说你帮我把热搜撤了。他说好。我估计那时候新浪微博也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上热搜不好，因为 YouTube 这个存在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就把那个就给限流了。而且那个时候是自然流量，就是不是说有人在那边花了钱猛刷，所以他们要把这个降热度是没有阻力的。那时候很害怕。我第一次在油管直播的时候，我开了摄像头，然后大概播了半个小时还是1个小时之后，当时小林给我发消息，就是董事长嘛，他给我发消息，味先房管榜一大哥，他也给我发消息，他说你上热搜了，他叫我把那个摄像头关了。我当时说要不就下了，后来我心想也，应该也没什么吧，我就只是把摄像头关了，就这样。那时候是自然热度，那时候挺紧张的，然后上了热搜也就上了热搜，后来热搜也下了。我估计对方也是想要把这个事情推上热搜的，但是可能那时候也不像现在一样那么好，这就不好接单了。就比方说像那种水军工作室，他不太好接这种单子，因为他会觉得你这样等于是不是变相宣传国外平台，所以我觉得对方也没有搞这个热度。这不像吹过风了，这随便谁都可以在油管发视频，这个本来就没什么。
他搞我有什么好处？他爱我呗。但是在这边播了几次之后，其实跟国内的很多粉丝在有一些观点上就出现了分歧。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就说台主播变了，就是我变得阴阳怪气了，我要讲一些以前不会讲的话了之类的。是我完全意识不到我自己跟国内主流想法的一些区别。我以前从来不聊这些的，而且以前的那个氛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剑拔弩张的。其实这个转变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的罪名或者说我的罪行或者说我的犯的错误就是说错话了嘛，对吧？你总不能给我真安个什么有什么其他的罪名吧？我就说错话了。那如果我想要不再犯错的话，就得搞清楚哪些话不能说，哪些话是可以说的，哪些话是不可以说的。然后你就要去知道哪些话不能说，然后你再了解一下为什么不能说，这就很危险了，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是你总得知道呀，不然的话你就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犯错。再后来就是大家经常嘲笑我的，说我在恒大理财里面亏了130个 W。 那时候我其实也不了解，但是亏了之后我就想了解，我是怎么亏的，我的钱是怎么没的。我妈妈当时是因为买了一个恒大的房子，然后就经常去恒大那边玩，那边有个那种会所健身房，有游泳池什么的，她去那边办了卡，去那边健身，然后就跟那边的人混得很熟了，就被那边推荐买了恒大理财。他买了几年之后，他觉得很稳，买了每次都准时的付还那个给本金给利息，利息又挺高，他就叫我也买了。他买了几年觉得特别的靠谱，然后忽悠我买。他最开始几十万的买，最后就轮到我的时候我就买了100万，然后他自己买了30万，所以我们俩一共亏了130万。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根本就不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我其实就沉浸在自己悲伤的小世界里，直到那个钱开始不还我了。我一想，为什么呢？不是前阵子他还在城门楼子跟大家招手吗？但不是他，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突然他就不还钱了呢？然后我妈就跑去 WQ，然后又不让 WQ， 就这个就不能细说了。就我妈那时候，我妈其实心里非常的难受，因为她一直给我推荐好多年去买这个，然后又坑了我100万，她自己没了30万，所以她觉得就是心理压力很大，她就老去关心这个事情，她每一个星期都要去，但是呢，她又很害怕，她去了，如果说非常的，她就是说，如果她很出头的话，她很那种激进的话，就会又给我带来危险，你知道吧？她就是进退两难。谢谢发酱太可爱了的火箭，谢谢你。所以她就是又要去参与，又装作不是很积极的样子，每次就是不发言，但是默默的去关心进度那样。然后我就想，我说为什么恒大这么大一个公司，我以前还给恒大画过图呢，他是我们国家以前的首富呀，怎么就不还钱了呢？就好像我借钱给王思聪不还我了一样，还把我拉黑了那种感觉。当然不是真的哈，no offense啊，老王。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说，我就再去学习一下，就研究一下，就想一想我这钱是怎么没的。然后这又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就是从恒大为什么不还钱，房地产为什么暴雷之前为什么没有消息，以及土地财政是怎么回事，反正越学习越害怕，可怕的知识又增加了。
还有一个也是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有些新同学可能不知道，我在 A 股投资可能10年吧。这些旧的咖啡，谢谢。我在 A 股投资了大概10年，从2023年开始，我不再亏钱，但是截止到2024年10月13号，我还亏150个，就是说我最大的亏损不止150，但是我截止到目前为止还亏150。然后2022年的时候，我就随手买了点什么美国加时成长基金巴拉巴拉巴拉，广发纳斯达克，然后它就一直涨，给我这种根正苗红的青年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我说我绞尽脑汁在那里面，怎么就挣不到钱，要亏150呢？我怎么无心插柳，他妈柳成荫了呢？然后我又在想，我说这是为什么呢？越学习又越危险，学习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不想学习的，我根本不想了解这些知识，如果不是我亏了那么多的话。然后有些老水友说我变了，我就很想说你怎么不变呢？你这几年该是过得有多顺利呀！我真嫉妒你。我也不想知道这些呀，我就想挣钱，哪能挣钱我就找合法，我就投一点。越学习越痛苦，成长就是痛苦。我前阵子有一个水友，他说关注我很久，第一次给我写微博，第一次给我写那个邮件，然后就是批评我，因为他实在忍不了了。他说他想看见一个风趣幽默的发姐，不想看见一个满嘴经常聊金融的发姐。他说像一个绝望的股民。他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了？我觉得我们老中是不是有那种就金钱羞耻症，说明明很在意钱，但是又要装成不爱钱的样子。我觉得我们超级在意钱，但是表面上又不想谈钱，是不是因为就是那个悖论，就是说如果散户挣了钱，那挣的是谁的钱呢？就是整个市场都是一个零和博弈。如果说我挣了钱，那么一定是别人亏了钱，所以很危险。整个体系都是一个麻将桌，不是就是零和博弈，不是正和博弈。但美股他们那边大公司它会分红啊，公司还会回购自己的股票，并且注销掉。股票并不是零和博弈啊，麻将不是零和博弈，要给麻将管钱的。对，你说的有道理，要交那个印花税和交那个平台费都要交的嘛，所以要选费率低的。以前太欢乐了，聊金融太悲伤了。聊金融不悲伤啊，你挣钱怎么会悲伤呢？除非你亏钱才悲伤，就亏钱也不悲伤。你不亏钱，我们亏钱都还是挺欢乐的。你看那个峰哥亏了钱，大家不都挺欢乐的吗？我真希望我能在好多年前就知道这些事情，而不是这么多年后。妈呀，我去一下洗手间，顺便拿点冰块。很快啊，我如果从2018年就开始知道这些小知识，我现在资产应该比我，就是说我如果从2018年开始定投美股，我现在资产应该是比现在的资产哈，我这话有点绕啊，不好意思，脑子有点不好使，应该是差了100%。你想想，我这边是亏差不多亏了300个，然后那边我能够挣，我觉得差不多6年能够挣个50%吧，然后我就起码两边一增一减就差了100%了。我只要不买大 A 就行了。不是的，朋友，你只要身上有点钱，对不起，这句话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你但凡身上有点钱，你总会想要投点啥。我要是不投大 A， 我就可能就会投房子也是亏，而且房子的有杠杆，还会有那种贷款的利息。那你想想，我18年我哭半年吧，19年开始去买房，差不多就19年20年买房，就买在高点。我不会买比特币的，我现在都没买比特币。我们学校从来不教我们这些，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教我这些，我全都得自己学。学校里既不教我们法律知识，不教我们如何与人相处，不教我们逻辑，不教我们理财，啥也不教，也不教我们如何处理亲密关系。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些人际关系。你看我上次跟2023年的时候跟一帮水友出去美国旅行了20多天，现在大家好像老死不相往来一样。你说啊，我感觉我好像自己
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做错了很多。当时2023年的时候，我说我可以去，我当时我说去日本旅游，要去美国旅游。当时开始先说的去日本旅游，然后娜娜就那边的发哈，然后就说他就做了一个攻略，说那个去日本旅游嘛。后来老温就是 Winchester， 他就说，他约了几个女水友，因为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一个人出行不好找旅行搭子嘛，他约了几个女水友一起说，大家要不去美西旅游一下。然后我就说行啊，那就先去美国再去日本呗。然后我个人认为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跟娜娜定下去日本的日子，我也没有买机票，我觉得就是说就推迟一下后面再去。然后在娜娜看来就是说我放了她鸽子，然后她就很伤心很难过。然后那时候呢，那个我又要去美国，然后铺天盖地的都是我去美国旅行的消息，然后就让他更受伤了，他就抑郁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觉得很不好处理，我那时候想象不到，就是说怎么讲呢？很多人是不高兴我去的，因为觉得怎么不是我 ，Why not me？然后去了的人呢，也会压力很大，因为别人会对他说：“为什么是你？”就是没去的人就说：“为什么不是我？”然后他们就会对去了的人发送一个那种为什么是你那种怨念电波，你知道吧？但是那些跟我同行的朋友，他并不会告诉我这些，他们就默默承受下来。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一些水友就是关心我，想知道我去哪儿了，今天怎么样了。但是他又不好意思直接发消息给我，他们就去轰炸我身边的水友。发发到哪儿了？发发今天过得还好吗？你们今天吃了啥啊？你们今天就也给别人造成了一些压力。也不光是争风吃醋，你说的好像我魅力无穷，其实也没有。我觉得就是有些事情我就做的不太好嘛。就比方说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有点，我学一下向左就是当时我有一个地方做的不好的，就是我太自大了。我去跟他们一起旅游的时候，比方说有几个房间，然后我就住的最大的房间，但是我付了同样的钱，就是跟大家付同样的钱。有些时候他们2个人是住一个房间，住上下铺的，我住一个有那个浴室有浴缸的房间，我住主卧，但是我没有多付钱。有时候那个老温还睡沙发，但是他付同样的钱，但我太有钱了，我平时思考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我平时也常年受人优待，你知道吗？我一天到晚出门就是要不就是我请别人，别人请我，我想不到这么细节的事情，你知道吧？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事情，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不合适的。就是我吃了蛋糕最大那一份，但我是跟别人 AA 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也是跟钱有一点关系，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很早就做好决定什么时候去旅行，可能我就最后才定下来，然后没有提前定，或者说没有提前很久定的话，所有的票都很贵，酒店贵，机票贵，环球影城也很贵，但是我感受不到，我太有钱了，对不起。其实我不是很有钱，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心比较大，你知道吧？我就觉得还好吧，1万多块钱，但是实际上就给别人造成了毫无必要的经济压力。但是他们又不好意思说你早点定下来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我自己又没规划，因为我懒得规划嘛，造成大家就是心里有怨气，但是又不敢朝我发泄，互相之间就会就不开心起来了。而我到很后面才发现空气有点不对。其实也有规划，但是老温规划的，老温就是一个也不是，就是个大学生，他也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他规划的就没有那么专业。而且当时我对美国的地理就是一坨屎，我都不知道 San Francisco 和尔湾是一个地方吗？湾区和加州在一起吗？湾区和加州谁大呀？
洛杉矶和旧金山以及三藩，他们彼此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不知道。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想看那个梅梅的演唱会，迪森鱼就跟我说，他说有演唱会票叫我去，但是那时候呢，就是导致那个演唱会需要来回奔波。那个地方在哪儿来着？反正那边就是Sant，它那个 SANT 那个 TA 三开头的那些地名，从这里就有点这种 AB 跑 ABC 跑那种，导致大家在路上奔波很长一段时间，为了看个演唱会那种。但我不知道，我就不是很，我说好啊，要看啊，梅梅啊，怎么样？但是实际上这样就会造成了大家会在路上很辛苦，而且住那个什么，住 Airbnb 就会 Airbnb 它的价格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由清洁费组成的，所以如果说你在一个 Airbnb 住半个月，它就没那么贵，但是你如果住一天就换一个，住一天就换一个，那就你每住一晚上就要附加一个清洁费，所以就挺贵的，因为那边的人工很费，人工很贵，对吧？所以就导致花了很多钱。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大家就是要一个人一个房间啊，但实际上一人一个房间的房子真的很贵。我没有从别人的经济角度去考虑这些事情，我那时候就是想着拍点照片，增加一点旅游的经验。然后呱呱也很夸张，呱呱他觉得我去美国受苦了，然后他有一阵子见到老温就开始狂骂，我就说就其实让我很难做。我觉得他呱呱那种想法就是说，我的idol是没有错的，错都在你哦，就他们这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定是我没做得好，因为我的傻逼粉丝们我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对吧？我只能改变我自己，肯定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导致了大家，就是我是一个辅导员的角色，我觉得大家没有做好，一定是我自己的安排的不好，所以我觉得搞得我很难办。你看有些傻孩子就说，发姐要是如果愿意出钱兜底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了。你错了，这是钱的问题吗？如果我全部出钱兜底，那么大家的怨气会更大，说为什么是他？我粉了你10年，他知道你第一次发单曲是哪一天吗？对吧？你呀 too young too simple。而且那时候很多人会去，就是很常见的一个心理，就会有柠檬酸我同行的那些水友，就说哎呀，你其实旅行也很辛苦啊，不是说那个 ID 旅行，就是说旅行本身也是很辛苦的，然后还要接受有些水友的那种一些压力，情绪上的压力，就会搞得别人压力也很大。一般来说自媒体的那个承受能力是强一点的，其他人没有这么强的承受能力。然后老温这个人也有问题，就是他开车很辛苦，大家觉得他开车很辛苦，想让别人开，但是他又会觉得自己开车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虽然我很累很辛苦，但是我一定要完成我的任务。他以前不是当兵的嘛，对吧？就是这种情绪叠加下来，他就会变成我很难受，我很辛苦，我脸很臭，但是我依然要开车，我不能让别人来开我的车，我要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车不能给别人开，我再苦再累也要完成任务。但实际上他在再苦再累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那种脸很臭的情况，就脸真的很臭，本来就长得不好看，长得很严肃 sorry， 然后一凶起来，我们几个女孩子就有点难受。但是我又感受不到，你知道吗？我在后面睡觉，而且他据说老温不对我脸臭，因为我毕竟还是 idol，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脸有多臭。然后其他人就压力很大，就说我到底是来干什么了？我被骗来旅游，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我说我就感受不到，说这问题没有很尖锐啊。
直到他们的情绪绷不住了，我还觉得啷个了嘛？不是，我就觉得有点累，我没觉得就是很痛苦。所以后来我旅游都单人旅游。你想想，我去前阵子我去那个日本旅游北海道，我花了26000、27000，包了个车，然后我遇上了大雨大雾，就是那种下大雨，我很多景点就没去，就等于是说大概有一半，有2/3的景点，不是2/3，就一半的景点我都没去。我自己无所谓，因为我是一个有钱有闲的人，我不是炫耀，我只是说事实。但是我在想，如果说当时有和我一起的朋友，他们平时假期也不多，对这个旅行期待值很高，然后又请了假，又攒了很久的钱出来玩，结果啥也没看到，啥也没玩到，还要被其他人酸，他肯定很难受。但我就觉得这次没玩到，留点东西下次再去好了。就是我们自媒体嘛，就是承受能力要高一点，相对，因为我们相对时间要自由一点，经济上要宽裕一点，而且就是一天到晚面对恶意很多，所以相对心理要强大一点。所以我都不知道，我到很久后面我才说怎么回事 ，What happened？ 我缺乏共情能力，嗨，所以现在是老死不相往来了吗？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吧。就就像曾经点过赞的一个博主吧，那种感觉。我当时我有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会比较容易高估自己。我有时候跟粉丝见面啊，跟水友见面，我看到人家桌面的什么屏保，还有什么手机桌面啊、屏保啊，还有什么头像是我呀，我会觉得我操，他好爱我！天哪，这个男的好爱我呀！哎呀，要小心处理。其实就是人家刚换的，过了一阵子就换回去了。有时候我会高估自己的影响力，就见面当天换的。有时候女孩子和男孩子就这样，而且女孩子和男孩子不一样。女孩子，比方说你点开她的主页，她会有一段时间非常狂热的去爱一个 idol， 过一阵子又换一个。男的呢，他就是同时爱很多个女主播、女菩萨、女 idol、女明星，他觉得他都有机会嘛。对，然后最开始也是，我觉得就是人多了之后，就是很难去，我缺少这方面的情商。我最开始见到偷偷的时候，谢谢义兄。不是后宫，他跟我说，他说你比田馥甄好看多了。他说我见过田馥甄本人，他说他没你好看。我说天哪，这种鬼话你都说得出口，你真的很爱我。就这个女人，她说她在台湾去参加过田馥甄的那个 Hebe 的那个线下签名会。她说我近处看过她没你好看。我说良心被狗吃了，但是没关系，你真的很爱我。然后到了后来，我觉得感情就变质了。就是在 Vegas 的时候 ，Vegas 就是我们旅行的最后一站，差不多最后一站。然后他就在那边说，田馥甄和谁来着？安普啊，不好意思啊，安普，田馥甄演唱会请了安普做嘉宾，为什么我在 Vegas？ 我心想 ，Hello， 就他超爱田馥甄和那个安普，就是张悬，他就一直说，他说他天哪，他怎么请这个了？然后其他人就安慰他，他说回去，他说回去还看得到啦，他说还会一直开演唱会啦，他说不会再请安普了。Hello， 我就觉得就是自己很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我记性好不好？我真希望我记性不好。我提醒各位准备当 idol， 或者说幻想当 idol， 或者说幻想当博主的人，一定要看清你自己，你没有那么受人欢迎，大家没有那么喜欢你，大家就点个关注，不要以为真是你啊，也不是说非你不可， you just somebody，
or nobody。对，我就是个代餐而已，也不是代餐，就是快餐，也不好说，就是不要太看得起自己。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就是也不是照片哈，大家都骗我说真人比直播好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自己看到自己他们给我拍的照片，我都想死。我觉得是互联网给了我这种霍比特人机会。你说在大镜头下我得多难看啊！像我这种身高又矮、头又大、体态又不好的人，要是换以前没有直播啊，这种我根本就上不得台面啊。也是互联网给了我机会，真的，我每次看到自己的照片，我都想死。我自己的审美，我从小什么叫确实？哎，你比我高不了几公分吧，Samuel，差不多得了。我是觉得我自己心中的审美是那种高挑、四肢修长、九头身的人。我可以接受大眼睛是美的，小眼睛是美的，双眼皮是美的，丹凤眼是美的，宽眼距是美的，方脸是美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身材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不是美的，就是头大在哪个审美里都不是美的呀，脖子短在哪个审美里也不是美的呀。就说我觉得人的脸的美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身材的美，那五短身材就是没有人家四肢修长的美啊。我每次去 P 自己的图的时候，我都要狠狠的去缩自己的头，我觉得我的头实在是太大了，我怎么这么大头？头一大就显得整个人比例不好。你们别在我这种自我批评的时候在那里顺着杆子爬，我又不是没线下见过你们。你以为你多帅吗？你多帅的话，你给我发照片啊！我在这里进行自我批评，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高。OK， 我觉得我永远也没有办法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美，但是这也让我一直从不。我觉得这人生就是很痛苦，像那种对自己要求很低的人就很丑，但是很快乐。像我们这种对自己要求高的人，就是有一点美，但是很痛苦。我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人生路。又因为我们对自己要求高，所以我们永远觉得自己不够美，所以我们很痛苦。但是那些对自己要求不高的，他们很快乐，就是丑的又很快乐又很丑。对，我的容貌焦虑也会让跟我在一起的人会难受。谢谢Samuel的咖啡，谢谢阿银的咖啡。就是比方说我去跟别人一起旅行，然后别人给我拍了照片，然后我一看到我说太丑了，求你删了吧，我求求你快点把它删了吧。然后其实这样会很扫兴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丑，求求你不要拍我好吗？然后我会觉得自己真的很胖，我会觉得自己很多瑕疵，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对待我的，对女性的，特别是对女博主的容貌要求很高。就比方说你想想，我这种其实会伤害到别人。像那次我在洛杉矶有一次那个房东哈，我的伊朗房东，他就每天跟我有时候寒暄一下，他正在做饭，他就寒暄一下，他说哎你吃了吗？我说没吃。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在减肥。然后我当时说出这句话我就后悔了，因为他看上去起码比我重50斤以上 even more， 就是他看上去起码是160斤左右的 big woman。 然后我说 I'm on a diet，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听上去有点不知好歹了，但是我的实话，是我心里面想的实话。但是他肯定觉得你怕不是疯了吧，你是不是在讽刺我？后来我就找补了很多，我说我们 Asian 啊，我们 Asian 的那个脸就是上镜会比较平，因为我看他当时正在做饭，然后突然一下停下来。我不管人家在不在意，他是一个房东，他肯定已经经历了很多个房客，对不对？很多个房客，就是他其实应该会接触了很多人，他不会那么在意。但是我觉得自己 inappropriate， 就是我觉得不是很礼貌这个说法。伊朗是不是 Asian 嘛？哎，人家鼻子比你啊，
那你说他妈的俄罗斯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亚洲呢，人家是 Asian 吗？我的意思说他五官立体度了。我觉得我在旅行的时候，我的那个什么容貌焦虑也会外溢出来，伤害到别人。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当时我开玩笑开 Tira 跟老温的玩笑，因为他们俩当时都喜欢那个 Supernatural， 然后我们就开玩笑，他们说是北美 CP， 因为一个在西雅图，一个在温哥华，他妈挺近的，然后就开玩笑。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如果人家俩没那个意思，去开这种玩笑就是有点不合适，可能人家也不好说我。那么当权者就是有这些困扰，你看不到别人的批评，你只会发现别人跟你不说话了。有时候我就会对吧，就开别人玩笑。Authority 也是啊。然后比方说那时候原子就长得挺好看的嘛，然后我就发了一下她的照片，我说哎呀美女粉丝。但是我后来就想，我说这是不是对其他人有点过分了？有个好看的，有个漂亮的女粉丝，你就发照片，你是说其他人不好看吗？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有点媚男了。我觉得哎呀，有个漂亮的女粉丝炫耀一下，但是我觉得就 inappropriate。但是我以前就是很难想到这些方面，比较，就是说你在夸一个人的时候，会不小心，就是会伤害到其他人。其实就是那个我太内耗了。我可是 idol 啊，人家很看重我的想法的。你10周年系列都买了一件，那10周年以前的周年不买吗？谢谢你的。就是我就觉得我这种粗神经，其实我神经不是很粗，但是由于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就比方说我在想素材啊，或者拍照啊什么，或者说我上车就 P 图啊，就开始想文案呐，或者说有时候跟水友互动一下呀，想要播什么，我就会注意不到身边人的感受，那种细微的叫读空气那种感觉，我就会觉得自己照顾不到那个。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人旅行好一点。我的北美点只有10周年，那你买3件呗。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会喜欢跟人开玩笑，因为我们这个做自媒体的，比方说我们互相损别人，互相拿自己当节目效果，拿别人当节目效果，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像德云社一样，对吧？拿同事开涮，拿家人开涮都可以。但是有时候你同样的尺度，你放在别人身上，别人可能就会受不了。但是有时候我们注意不到这个度，很难去 balance。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挺好玩的，但是实际上会冒犯到别人。但不是我故意的。我和大部分人的旅行目的都不一样。我和大部分人的旅行目的都一样的，就是去看好看的事情，然后拍好看的照片，然后发朋友圈。That's it。当然我们就是工作量更大一些。而且我发现就是，而且他们那些人就是那种很那个的，就会给我像老温给我写了很长的那个，我也不说小作文，小作文听上去有点那个，给我那个发，然后就删了，偷偷给我写了挺长的那个告别临别寄语，然后也删了。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就有点像那种深夜 emo 的时候发了一个朋友圈，第二天早上醒来说哎呀趁着还没有人点赞我赶紧删了吧。你没删吗？我找不到了。那我记错了吗？不可能吧。然后你看这些东西，哎呀这什么？这谁的呀？哎完了，这是 Tira 的。然后有时候我看到也就是有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回。这原子的，哎原子，你看我现在想说，我说原子的字写的好看呢。我在想是不是我这样说了，是不是暗示其他人字写的不好看的意思？这是 Tira 的，这个是那个什么去谷歌的，这个是吃的，这是原子的。女人好麻烦，那你喜欢男人呗？哎，这个不能，这个是我的机票。
哎呀，不行，就是有时候，哎，很难去那个什么，这个是它的那个香薰，这个是那个什么去那个的资料，哎呀，这东西，哎呀，我就喜欢留这些东西，留着也没啥意思。我不是隔了1年才打开看，但是有时候我不知道去如何应对这些事情，我怎么会隔了1年才打开看呢？但是我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就每个人对你的情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把你当一个叫 comedian 嘛，就是当一个喜剧演员；有些人把你当 idol， 有些人把你当 the light of his life。Her life 就不一样，很难去应对别人的期待。有些人把你当妈，倒也，然后水友之间的矛盾也很让人那个，让人难以。所以我有时候我想到一个，你们别笑话我，就是所以有时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皇帝说自己是寡人的孤家寡人，就是很难处理这些关系，所以就是寡人。所以我以后很多时候就是出行，就是一个人出行，就是免得就是反而出错，免得就是办坏事。寡人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没能做得更好。但是我又会觉得，如果说我不去为了不发生矛盾，不产生烦恼而拒绝任何的尝试，我会觉得是一个人生的缺憾，就很难。我有个朋友送了我一本书籍，叫做《亲密关系》，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拆封。就是你没有办法处理那种很喜欢你的人的情感，以及不喜欢你人的情感。我买了很多书嘛，哎，买了一些。事后想想，就是我不想亏欠别人。像我们这种，就是很容易受影响。我现在其实也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就是很多。我看到那种网络上说我什么狗汉奸啊、屁股歪啊、精日啊、精美啊，什么直人顺人，我就觉得我就会现在多交点社保吧，当然我也在交啊，是吧？大家一起交，我就无所谓的。但是就是这不一样，就不一样。就是我希望我能够更成熟一点，就是做得更好一点。我也没有最几招了，不至于。我也不觉得润了就是好的。你如果能在国外找到一个，你说以美国为例，美国就是你的劳动时间更值钱了。但如果你在那边找不到工作，那你就只是生活成本的增加而已，对吧？当然你也可以像丁胖子一样去那边要饭，没有什么成本，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国内应该有证吧？什么证啊？1级注册建筑师吗？哎，不行，我要去一下洗手间。我油管在美国养活不了我吗？油管都不能在中国养活我，你想啥呢？真是以我的更新速度啊，以我的播放量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是对我的生活成本有一些误解吧？有些说最近不是那个快手的辛巴和抖音的小杨哥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有一些风波，我们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经验来看，就是大家别吵了，一些小矛盾最后就会累积成大矛盾，成死仇，然后两败俱伤。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到时候就大家都挣了这么多钱了，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吗？一边说你最开始说你啊，大闸蟹卖的比我便宜，你货不好啊，你那个什么，你大闸蟹卖的比我贵，你割韭菜，到后来又说你什么什么，你的公司管理进过局子，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互相开始挖这种，我觉得你开了个头，倒是收得了手吗？钱又赚不完的，
主要是带货直播再挣钱，一个人能够一个人每天不还是睡那张床啊？一个人也会活24个小时，也就那样，你何必呢？苟下去不好吗？其实我觉得带货主播也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行业，所有的主播都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像我这种嘛，就是天天喜欢哔哩吧啦，就容易说错话。那带货主播，他每年卖几十万、几千万的产品啊，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那个又过期了。我不是说他们就一定完美无瑕，或者说他们一定是奸商，但是我觉得就是事情做多了，总会有出错的时候。你卖货更容易出问题，因为有质量问题嘛，还有什么理赔问题、售后问题，天天满头的小辫子。其实我的稿子后面还有很长很长，但是我也不想一天就念很多，我就先把我是怎么没的简单交代一下，后面再留个下个节目吧。因为其实很多朋友看我直播，有些一说发姐，我是你的老粉丝了。然后我一问你从哪一年开始看我直播的，他说17年。很多人就说17年开始看直播的。我说哎呀，那孩子你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啊，就是刚刚开始看就这个节目就停播了，就没吃上几天饱饭啊。我其实还蛮愧疚的，说哎呀，我知道其实看自己喜欢的博主啊，或者说选手啊、歌手啊什么的，看到他很受欢迎，看到他很红，数据很好，也是会很开心，就好像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赢球一样。只是牌面粉有它存在的理由，所以很多人才那么拼了命的做数据。可惜我这几年没有给大家这种牌面的快乐，我也很想但是力有不逮，再努力吧啊，再看吧，走一步算一步。红人粉是的，就是在你很红的时候特别喜欢你，也是一种情感寄托吧，好像你在事业上成功了，他也能分享到你的事业成功的喜悦一样。所以很多人才那么一直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精力的去做数据，这么在意数据。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主播或者说很多博主没挣到个什么钱，挣钱就给自己买数据去了。你想想那种像在左手从斗鱼拿了钱，右手交给科技公司挂科技，而且那时候就是斗鱼那个氛围也是互相比来比去，天天没个完的。谁要是数据不好看了，粉丝好像都低人一等，所以也逼得很多人就进入了那种军备竞赛。然后开始不光是挂科技哈，我不是说挂科技就一定非常的可耻，有些时候也是环境所逼的，还有一些就要被迫给自己刷礼物。哎，